因为系统漏洞被设定为了这个世界的最终 BOSS， 但却因为来迎接我的魔族首领被斩杀，所以我对自己是魔王这件事毫不知情。只因不久前一个名为地球意志的游戏与现实重叠，怪物与不同阵营的 NPC 一同降临世界，危在旦夕。好在每一个人类都激活了系统成为玩家，大家都从新手起步获得了与魔物对抗的能力，而我却在激活系统时出现了意外，最后居然连角色都没能创建出来，被系统强制踢出后，发现自己不仅无法装备物品，也无法获取经验升级，甚至连自己的属性界面都无法打开。好在背包功能完好，想着先跟别人一起前往新手层。这时我身后的天空中出现一个漩涡，下一秒漩涡中一道光柱落在我身旁，远处一个男人朝着光柱看去，对着空气说了句末日还是要来了吗？而我这边等烟雾散去后，看清光柱中好似一个人影，心中想这不会就是传说中的野外 BOSS 吧？来人正是97级的魔族首领贝利尔，他下来后就开始东张西望的在找某样东西，最后把目光定格在了一个商店，就是这里没错。不久后魔王大人就会在此地降临，紧接着就从怀中掏出一张纸片，他在预知梦中不仅预知了魔王的降临，而且还把魔王的容貌记住画了下来，一想到马上就能见到魔王，他就情不自禁。周围的众人看着贝利尔心中直骂娘，开局就把 BOSS 刷脸上这种事确实有点贝利尔没给他们多想的时间，就发动了领域技能，效果是对范围内低于自身10级以上的生物造成伤害，瞬息之间就将众人全部抹杀。亲眼目睹一切的我已经被彻底吓傻，躲在石头后面忍不住的发抖。马上他便发现了石头后有动静，疑惑什么人能在自己的领域下存活。突然一道闪电从我身旁穿过，周围的地面都被强大的冲击击碎，然后径直的朝贝利尔面前攻去。他只觉得这个攻击手法如此的熟悉，紧接着闪身躲过，咬牙切齿喊出2个字：罗兰。贝利尔，你还是这么的暴躁。开局直接把地板轰烂的人有资格说我吗？来人正是人类最高战力101级的罗兰，号称为人类的希望。他和贝利尔来此的目的一样，也是来等待魔王降临。不过他是准备将魔王扼杀在摇篮里，但预言虽然给了他画面，但不确定是不是这里。终于看到了预言中的标志性建筑后才确定。贝利尔当然知道罗兰来此的原因，立马进入战斗状态，下一秒便纵身一跃朝他攻去。罗兰只能伸手先行抵挡，他便又加大了攻击力度，并且速度在几何倍的攀升。但他没注意到魔王的画像已经从怀中掉了出来。罗兰瞅准时机闪身躲过，手上开始汇集力量，凝聚出一柄金光长剑朝贝利尔砍去。两人的战斗便再次升级。不过一会儿他便残血败下阵来，但是想到马上就能见到魔王大人，瞬间力量暴涨，不给罗兰喘息的时间，再一次迎面袭来。他心想要是被这个疯女人干掉就糟糕了，只能掏出自己的大招。两人距离还有 0.1公分的时候，他将一张纸片拿了出来，魔族首领的心瞬间就被纸片上的内容打动，这可是他心心念念魔王大人的画像。罗兰瞅准破绽，一脚踹在了他的脸上，飞出数米来到我的身旁。我此刻心中已经是万马奔腾。等贝利尔起身后，发现魔王大人的画像已经被损毁，身为神官竟然耍这么无耻的伎俩，居然利用我对魔王大人的纯情，还把魔王大人的脸给撕碎了，简直不可饶恕。随后发现藏在石头后面的我正是预言中的魔王。罗兰趁着他分神的机会将其一击斩杀，而我虽然是世界最强 BOSS， 但自己却浑然不知，此刻早已被吓得昏死过去。罗兰虽然获得了胜利，但自己也被打成残血。紧接着他就开始往地上布置陷阱，准备等魔王降临踩中陷阱后将他抹杀在摇篮里。现在只需要将陷阱放在预言中的位置即可。可等他转身一看，发现我就坐在预言中的位置，惊讶魔王居然悄无声息的就到了自己背后，通过精神感知到我的等级是4位数，血量超越上限不可探知，称号是灭世者。而101级的他心想，就算满状态都不可能有胜算，而他身为战力天花板的 NPC， 身负着带领万千新手玩家一起战胜魔王的任务，今天绝对不能在这里倒下。这时只见我缓缓站起身来，他看到后还以为是我要对他出手，在他的视角里我已经变成只手遮天的魔王，心中已是万念俱灰，世界看来要毁灭了。可我只是从包里拿出新手血瓶递给他，因为我看他血量很少，并且还救了自己，想给他补补血。而此时一个悬浮于半空的金字塔城市内，下面人前来禀报，罗兰神域官已经击杀接引魔王降生的 S 级魔物，接下来只要扼杀襁褓中的魔王，我们就能不战而胜。地球与我们世界的融合面积已经达到了 30%， 人类也已经顺利觉醒成为玩家，开始与魔物作战，我们只要继续按计划执行就可以了。很好，帮助玩家成长是我们 NPC 的使命，不愧是罗兰能想出如此高招并顺利执行，真无愧于人类的希望之名。而真实的情况此刻只有他自己心里最清楚。看着我递来的血瓶，陷入深深的沉思，他想我手里的一定是瓶毒药，想要让自己在剧毒的痛苦中死去，可现在自己不喝的话一定会被直接秒杀。想罢就将自己全部提升抗性的技能释放，然后就从我手中拿过血瓶一饮而尽。下一秒他的血量就增加了50点，看自己没死，他总算松了口气。卑鄙的魔王竟然敢戏弄自己，不过好歹脱离了濒死。然后我便开口问他新手安全区怎么走，他像是没听清似的又问了一遍，我便告诉他自己现在没什么战斗能力，想过去慢慢学习。听到这里的他豁然通透，安全区里都是刚出生的冒险者，是未来要打倒我的人。他想我一定是要趁着他们弱小全部灭口，但是自己可能会为了活下去出卖他们吗？可转念一想，还是先自己苟住命吧，毕竟自己才是人类不可替代的希望。就在这时，我的头顶突然冲出一只魔物。不过背负着人类希望之名的罗兰，即使现在是残血对付这种怪物还是绰绰有余。
看着他帅气的招式，我在后面直呼太酷了。突然，这片区域的怪物首领察觉到我的气息，想要跪地迎接我，但是我现在还听不懂他的恶魔语言，以为是来偷袭我。罗兰准备趁我出手时搜集一点关于我的战斗情报，可没想到我迅速跑过去抱住了他的大腿。看我隐藏的这么深，他也只好自己出手解决。真是拙劣的演技啊！无论多么凶残的攻击，他都丝毫没有出手的意思。这恰恰暴露了他内心深处来自强者的自信。不过他还不知道自己就是这个世界最强的 NPC， 将来注定会带领万千玩家将他杀死。走了一会儿，我看罗兰的体力不支，便打开背包看看有没有什么有用的东西。而这些物品都是刚才魔族首领死后掉落的。罗兰说他们 NPC 不捡怪物的尸体是原则，于是我就问他可以都给自己吗？得到了他肯定的答复后，我就开开心心的进入了舔包环节，而且还找到一件神装，罗兰也不要送给了我。只是可惜我的账号有漏洞，穿不了任何装备。突然一件东西让我眼前一亮，我冲着罗兰摆摆手，让他过来一起看。原来是刚才那个魔族首领自己写的小黄书。罗兰看完后发誓绝不能让世界落入肮脏的魔族。看背包里的神装，自己却都不能用，不由得流下2滴眼泪。不过事已至此，还是先想办法活下去再说。然后抬头看向罗兰，他还在为了保护我而与妖怪搏斗。我心想，要是有一天我也能成长的和他一样强就好。经过一路上的艰辛，我们也终于抵达了新手安全区。我看着眼前的安全区不可置信，因为这个所谓的安全区就是我曾经的学校。而魔族大本营这边得知前去迎接魔王的贝利尔失败后召开会议，他们准备再次派人前去迎接魔王。身为7天王的巴比伦说，只有贝利尔在预知梦中见过魔王。这时马门走出来说，贝利尔在临死之前给我们留下了线索，只要凭借这个我们就能认出魔王大人。根据情报，恶魔说罗兰杀死贝利尔后离开了魔王降生点，而且他在去安全区的时候身边还带了个人，这么说他带着的那个人很可能就是魔王大人。巴比伦紧接着掏出了情报恶魔拍回来的照片，马门对着照片看了许久，最后得出结论是罗兰身边的那个人不是魔王，至少说明魔王大人没有被罗兰抓住。事不宜迟，我们务必尽快找到魔王大人。而我到达安全区后，看着门口排队的人山人海，罗兰直接带我走了 FVIP 通道，不用排队。这一下顿时让我开心的不得了。罗兰心想，这家伙的演技真是出神入化，根本没意识到接下来将要面临的什么。整个安全区就是一个强大的陷阱，因为它有一个能封印一切怪物的系统装置布尔特钢，再强大的怪物都会成为瓮中之鳖，只要将魔王带进安全区，就能将其控制住。到那时他会死于自己的傲慢无知，而我将会如预言所说是带领玩家斩首魔王的英雄。门口的 NPC 看到是罗兰来了后急忙打招呼，这不是预言中会带领玩家斩首魔王的英雄罗兰大人吗？罗兰听后赶忙含蓄地告诉他让他别说了。可守门 NPC 又说，罗兰大人，听说您去堵魔王的出生点了，想要把魔王扼杀在襁褓中，请问还顺利吗？罗兰听到后快被吓疯了，小声让他不要再说了。我听后说，原来这个大哥是这种设定啊，真厉害。另一个 NPC 指向罗兰说，这位就是人类的希望罗兰，并且还说布尔特钢已经在安全区落成。您知道布尔特钢吧？就是那个能封印。还没等他说完，罗兰赶忙上前捂住他的嘴，然后就推着我准备进安全区的大门。我要是也能成为英雄就好了，就像大哥一样又强大又善良。然而这个善良的大哥正想着干掉我，只要再向前一步，就是正义势力的胜利。下一秒，罗兰直接从后面将我推进了安全区的屏障。然后义正言辞地说，让我感受来自系统的强大力量吧。但随着时间1分1秒的过去，并没有任何事情发生。这下子可把英雄罗兰大人给整懵逼了。其实也不是什么都没发生，因为被称为系统规则的布尔特钢开始出现猎物。罗兰看连系统都没办法限制我，心中已然是恐惧万分。忽然天空中一道光柱降临在了布尔特钢身上，冲击的余波覆盖了安全区的每个角落。这里基本全是新手玩家，都被吓得够呛。NPC 赶忙安抚他们说，可能是服务器卡了一下。这里是安全区，我们受到系统神器布尔特钢的保护，只要在神器的范围内，它就会守护我们绝对的安全。话说布尔特钢之前是这个形状吗？总而言之，不要害怕，人类最高战力的罗兰大人此刻也在这里。说着转身看向罗兰，想让他出面安慰一下这些玩家。但整个安全区只有罗兰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一声不吭就把系统神器凹成爱你的形状。自己本想借系统之力制裁魔王，没想到魔王已经不把规则放在眼里了，这难道就是实力的差距吗？心想要不然投了吧。我看他状态不太好，就安慰他刚才只是卡顿而已。心想他居然会被吓成这样，真是个可爱的人啊。罗兰大哥请振作起来，你可是人类的希望啊，游戏才刚刚开始呢。但在他的理解里，我这是在赤裸裸的嘲讽他。忍不了的他开口问我到底想要怎样，我以为是要指引自己去做新手任务，我便说自己想请他帮一个小忙，想在安全区里生活还是要先学几个生产技能才行啊。罗兰还以为我会提什么可怕的要求，结果居然是学习生产技能。罗兰大哥，你是会带领玩家打败魔王的英雄对吗？我其实从小的梦想就是成为英雄，但因为账号漏洞我不能升级和穿戴装备。既然上天安排你我相遇的剧情，他一定是不想让我放弃，哪怕是走生产系路线也要努力成为英雄。你愿意指引我前进吗？罗兰已经被震惊的不知所措，非要玩得这么花吗？随后他也只好带我前来学习生产技能，但是 NPC 告诉我这项技能可是很烧钱的。当他们看到我背包中的余额后大吃一惊，两人的态度来了个大转变，并告诉我这些钱学习技能是够了，但要快速提升熟练度还缺很多，有这么多的金币不如用来买装备快些提升等级。我不好意思说自己不能升级和穿戴装备，于是就把目光投向了罗兰。罗兰心想魔王不仅吓自己侮辱自己，现在难道还想问自己要钱吗？自己再怎么也不至于窝囊到这个地步吧。可又转念一想，自己是人类的希望，不能这么早就挂了，于是就拿出了自己身上全部的
的现金给我，但 NPC 告诉我这些钱还是不够。我又看向了罗兰，他就脱下了自己价值48金币的大衣，还是不够。我又看向罗兰，他就拿出了自己价值74金币的宝剑，还是不够。我又看向罗兰，他就脱下了自己价值99金币的卡通内裤，还是不够。可现在的他已经全身上下只剩下毛了。NPC 提醒罗兰不是有块珍贵的手表吗？可那是他父亲送给他的成年礼。不过最后他还是给了我凑齐了全部学费。人类的希望此刻开始憎恨起了这个世界。根据 NPC 的指引前来交易中心，想卖点装备换钱。此时一位新手玩家正在柜台交易，拿出价值3铜的鼹鼠尾巴，还有价值8铜的软泥怪内裤，最后还把自己身上的装备卖了出去。看着他那悲伤的背影，我感慨无论世界变成什么样，钱还是首当其冲的难题。然后我就将罗兰给我的装备拿到柜台，清一色的 S 级道具直接惊呆了柜台的 NPC 又感觉这些装备看着是那样的眼熟，忽然想起这些不就是人类最强战力罗兰大人吗？然后我又拿出从贝利尔身上舔下来的装备，前面的装备他都知道价值，于是就发动鉴定技能看一下我后面拿出的2件装备的价值，结果更是让他大吃一惊，这竟然是大魔王贝利尔的犄角，还有他那堪称神器的胸前挂布，这可引得先前交易人的不满，自己那么重的盔甲才给2银币，就这么一块薄薄的布你居然鉴定300多金币，你懂什么？这些衣服就是越薄才越有价值，这如同空气般柔软，还有着咸甜交杂的香味，而且是2手的价值直接提升2倍，这可真是超稀有的极品啊。 NPC 看我要出售便提醒我这可是毕业装，所以劝我别卖，这件装备如果卖给 NPC 就相当于被系统回收不再存在了，可是我发现它已经被绑定不能与其他玩家交易了。 NPC 这时告诉我可以自己留着，虽然穿上很变态，但是对自身将会是史诗级的飞跃。先不说变不变态，自己根本就没办法穿戴装备，于是就在 NPC 无力的泪水中卖了955金币。在这个被游戏融合的世界，有些人的目标是击败 BOSS， 有些人的目标是称霸竞技场屹立于玩家之巅，有些人的目标是探索地图发掘无限可能，而我的目标就是赚很多的钱，只要有钱就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还可以雇人带自己通过团队副本，即便是自己没有战斗力也能参与讨伐最终 BOSS， 这些光是想想就对未来充满了期待。没过几天，我刚学习的生产技能熟练度就被我刷满了，走出来后告诉 NPC 自己的进度刷满了，既然你初级技能满了，接下来就准备面临噩梦般的终极阶段了。我走过他身旁，只是淡淡的告诉他自己宗师级的也满了。 NPC 听后直接原地亚麻呆住，账号有漏洞又怎样，从今天开始自己就走生产路线打败魔王，并且通过生产技能赚得盆满锅满，接下来就是要去办自己的那件重要事情。想罢就来到了组队大厅，在这里玩家可以自由组队选择副本。一个16级的流氓职业吸引到了我的注意，他的队员提议越级打怪太辛苦了，想再加1个人，多1个人进队就多1个人分经验。笨蛋，我计算过4个人打这个副本就是最好的。秦昊然提醒他们，如果有人拖后腿就会被踢掉坏人，哪怕是自己的亲姐姐也不例外。小袁听后急忙说自己会努力的，求你不要踢掉我。正当他们准备出发时，一条弹窗引起了他的注意，仔细一看原来是我的入队申请，心想这是哪里来的菜鸟想抱大腿，果断拒绝后我再次向他发起弹窗，他想也没想再次点了拒绝。随后我一连向他发起多个弹窗，也都被他给一一拒绝。这时我又向他发起了一个交易弹窗，他本想看看我在玩什么花招，就点击了同意，只见弹出了系统面板显示我赠送了他10个金币。他一脸不可置信的看着眼前的一切，自己一路披荆斩棘到现在才攒下2金57银，而现在居然有个人要直接赠送给自己10个金币，这样自己不仅能把目前所有战斗技能全部学会，还能再制备齐全一套精良的装备，甚至练级的速度都能提升5倍不止。但这个世界上怎么可能有人拥有10金币？心想难道是唯一比自己厉害身居排行榜第1的那个人吗？或者是什么新型的诈骗手段？可是谁又能够在这么巨大的诱惑面前选择拒绝呢？当他点完确认后，果然有10个金币的进账，突如其来的亢奋差点让他昏过去。这时我又再一次的向他发起组队申请，他也欣然的点击了同意。我说明了自己是想雇佣他们带自己去原来的家里拿个东西，因为那里已经被18级的鼹鼠盘踞了，自己一个人根本去不了。陆九却说他们是要冲榜的，没时间去做这种慈善。秦昊然马上站出来抨击他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无情，职业战队想走得更远，爱心才是最重要。陆九此时只觉得面前这个人是如此的陌生，等走出大厅后，陆九还是忍不住的问他怎么带队伍去做这种杂事，而秦昊然只是打开背包余额给他看了一眼。当看到秦昊然有这么多金币的时候，也不由得愣住，难道说刚才那个菜鸟把他所有的金币都给你？也就是说他有一件价值远超10金币的宝物要去取回，而秦昊然的目标就是想得到我要去取的那件东西。小袁听到他们的计划后也赶忙追了上来，秦昊然也表明了自己杀人越货的想法，陆九表示自己没意见，暗流表示能赢就行，自己不管过程。小袁跑过来说他有意见，得到的回答却是没人在乎。很快我们一行人解决完周围的小怪，来到了我家楼下，我告诉他们自己家就住在6楼，秦昊然坚定地告诉我一定能护送我安全取到东西，然后我就在他们中间的位置向6楼走去。小袁跑到前面说这里好像有点不对劲，自己从进到这个建筑开始就有种非常诡异的感觉，我居然因为系统漏洞被设定为这个世界的最终 BOSS， 但是前来迎接我的魔族首领被斩杀，所以我对自己是魔王这件事毫不知情，并且因为漏洞自己不能升级和穿戴装备，只好雇佣别人带自己回家取一样东西，但是他们早已经做好了杀人越货的准备，一路上有他们的护送，很快就
来到了我家门口，然后我正准备掏出钥匙打开房门，秦昊然也掏出匕首，纵身一跃来到我的身后。也正在这时，一只变异巨鼠从天花板上冲了下，众人看到后急忙向后躲闪，同时也感到疑惑，这里怎么会出现奇怪？身为队长的秦昊然迅速清点了下人数，看看大家有没有受伤，最后发现身为他们老板的我不见了，在向刚才老鼠撞开的那个洞里向下看到我已经坠落下去。他们先是一阵沉默，糟糕，老板要掉下去摔死了。暗流听到后一个闪身就向洞口冲去，准备下来救我。秦昊然看到后赶忙出手阻止他，却没能来得及，口中说道也不必，但回过神来还是先要解决眼前这个家伙。一般来说，3个玩家勉强能击杀一只同等级的极怪物。这只怪物虽然我们也有机会，但是要承担很大的风险。如今之计撤退才是最好的选择。可等了半天也没见这只怪物发起攻击，原来是他刚刚闻到了魔王，也就是五味，急忙开始四下寻找气味的来源，最后才发现刚才被自己撞下去的那个人就是魔王。而我在半空中心想，这就要结束了吗？爽文中写死掉的话，应该就能觉醒什么系统吧。最后我跌落到了地面，不但没死，居然还没感受到一丝的疼痛。可是现在怎么办啊？最后决定还是等上面那几位大佬下来救自己吧。而周围的怪物发现是魔王来了后，纷纷出来想臣服于我。下一秒，最前面的几只就被3道飞刀钉在了墙上，吓得我站在原地不敢动弹，立马提高警惕，询问来人是谁。然后发现是暗流下来救自己了。他发现刚才我掉下来的地方有系统的空气墙上不去，只能从自己来时的楼梯上去，并且还要让我前面带路。他的理由就是自己是属于暗杀者角色，怎么能走前面？那样一来就完全不神秘了。无奈我只好按他说的做，谁让人家是大佬。他在后面说一定会护我的周全，心中却在想，男人就是这么愚蠢的生物，死前都不会知道自己的目的是抢走这次任务要取的东西。想罢就对着我的后背发动了背刺，而我也刚好打开背包面板，从中拿出一只烧鸡准备递给他补补血。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致命一击居然被一只烤鸡给接下了。我开口说自己提升生产技能的时候做了好多这只给你补补血，你这个刀子是吃鸡用的吗？反应过来的他连忙向后拉开距离，心想这个男人不对劲，看上去是一个很弱的矮子而已，却不仅能掏出10金币，还拥有顶级的烹饪技能，做出的食物居然可以当做盾牌，完全格挡掉攻击。要知道刚才自己那一击就算是同等级的战士都不可能毫发无伤，那只烤鸡一定是被下了剧毒，某种吃了之后就会被彻底操控沦为玩物的剧毒。但是最后他还是没忍住诱惑吃了起来，等他缓过神来时已经吃掉一大半，只觉得一股强大的力量开始涌入体内，一种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感觉。下一秒不仅等级提升了5级，就连技能等级也随之提升，并且连职业等级也跟着提升了。这哪里是烤鸡，分明就是修改器啊！自己曾经发过誓会追寻最强力的玩家，能拥有这种力量的存在比秦昊然那呆瓜厉害多了。然后就说他从此以后就是我的人了，想让他做任何事情都是可以的。我心想明明是高冷暗杀者的设定，却为了一只烧鸡以身相许，是有什么奇怪的癖好吗？我告诉他只要好好的保护自己就可以了，毕竟自己可是付了钱的老板。听到付了钱的老板这几个字后，他先是沉默思索了一会儿，然后内心奇怪的癖好完全被激发了出来。秦昊然趁着鼠鼠愣神的间隙发动了偷袭，虽然这些伤害对鼠鼠来说连皮都扎不透，可他觉得自己误伤了魔王大人，不配活在世界上，所以鼠鼠最后选择了咬舌自尽。秦昊然没想到这只精英怪居然被自己一刀捅死了，要知道鼠鼠可是比他高整整6级的。下一秒他四周光芒亮起，系统提示他获得了绝世强者的称号，装备上后生命攻击防御都提高了3%。正当他装逼自己是一击击杀22级怪的男人时候，小圆一脸惊恐地看向了他的身后，而他也感觉到后背一阵的发凉，没等他做出反应就被一个巴掌拍飞出去，并且血量直接掉了一半。他想不明白这个16级的副本怎么会出现首领怪，紧接着猫恶魔只是对着他们打了个哈欠，就将2人击退到身后的石墙上，并且掉了大半的血量。秦昊然刚说自己前去引怪，然后找机会撤退，迎面就又拍来一掌，自己的防御在猫恶魔面前简直形同虚设。眼看血量就要见底，急忙提醒小圆赶快给自己加血。小圆这才从愣神中回过神来给他奶血，可他刚刚落地，猫恶魔就又跟了上来。猫恶魔感觉这样子很好玩，就等他回点血就给他一巴掌，没想到自己一个绝世强者居然被这样玩弄，然后告诉小圆不要再奶了，让自己死算了。这只首领怪物即使5个同等级玩家也不一定能战胜，那我们赶快掩护小号撤退。可一转头发现陆九已经跑到了很远的房顶，抱歉了2位，我们本身就是为了赢才组队的，不合适同生共死。小圆感觉虽然很有道理，但还是好过分。就在猫恶魔准备将秦昊然一掌拍死的时候，我听到了屋内传出的声音，好像就是自己家的猫。开门后发现果然就是抱抱，抱抱看到是我后，体型变回了正常猫的大小，而我此次雇佣他们前来取回的东西也正是抱抱。秦昊然姐弟2个看到这一幕后，整个人都惊呆了，没想到副本首领居然是眼前这个弱鸡的宠。紧接着我就去厨房取抱抱的一些生活用品，虽然事情的发展超乎了自己的理解，但好歹是得救了。心想我身上的秘密肯定很多，现在看来要留活口。这时又夸奖暗流把我救回来做得很好，你和某些人不一样，是我最值得信赖的伙伴。快到这里奖励你一个绝世强者的拥抱。可他又怎么会知道暗流已经被我给彻底征服？下一秒暗流就拔刀迅速划过2人之间，2人应声倒地，鲜血直喷，还敢打夏夜大人的念头，真是死不足惜。秦昊然不明白先前一起谋划的队友如今却倒戈相向，暗流看他居然还敢提问，于是就决定再过去捅2刀，你们根本不知道得罪了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等我将抱抱拿出来时，他这才明白这些人一直觊觎的宝物其实就是我的宠物猫，而在他的内心里也是把我当做主人来看待，于是就对抱抱鞠躬说以后我们就是同事了。我心想这个女人中二病太严重了吧。等我一回头就看到秦昊然和陆九躺在地上，并且肠子散落一地，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的我大吃一惊。暗流解释说自己出来看他们身受重伤，就想帮他们结束痛苦。秦昊然突然起身怒骂当时自己还有2/3的血量算什么重伤。暗流又说可是你们现在的肠子都出来了，太糟糕了，已经没有挽救的余地了。小袁急忙上前给他们2人奶血，可是奶的血量根本追不上掉血的速度，因为暗流在动手前已经在匕首上涂抹了剧毒。秦昊然心想自己人类排名第2，居然被队友给捅死。事到如今看来一切都来不及了。这时我拿出自己用满级生产技能做的绷带，说要不让我来试试看。地上2人看着我手中的绷带彻底的傻眼了，这可是雷级道具鬼纹绷带，可以8秒恢复36500点血量，况且急救技能是前期提升起来最昂贵的生产技能，一个绷带的治疗量相当于5个同等级治疗职业治疗总和，而这种鬼纹绷带甚至可以把一个80级的肉盾直接奶满，但是前期布料非常稀缺，所以根本没有人前期有资源去提升急救技能，而我认为要想在这个世界活下去，狗血是最重要的，所以就先提升了急救技能。说着就准备上前将绷带递给他们。秦昊然这才意识到自己先前的想法是有多愚蠢，能随手掏出10金币，还能把副本首领变成宠，而且具有宗师级急救技能这样的存在，自己居然还敢有非分之想。暗流本来想阻止我，但他自己脑补我是想治好以后再反复杀死，正好满足了他奇怪的小癖好。秦昊然2人看到后在地上瑟瑟发抖，我看他们不为所动，就将绷带递到他们面前。秦昊然说自己根本配不上这个鬼纹绷带，别说傻话了，这世界上还有什么比命更加重要的呢？我的一番话将他感动得泪流满面，但突然又收到了我的交易申请，这个钱我本来是不想收的，但既然你们坚持，我也就不推辞了。紧接着就搜刮掉了他们2人身上的全部钱财。你们放心，既然收了钱，我就一定不会让你们死的。下一秒我就对他们使用了鬼纹绷带，他只觉得有股神秘的力量将自己给包裹，又感觉到这绷带不只是包扎了伤口，还治愈了自己肮脏扭曲的灵魂，代价就是身上全部的钱财。突然他们的等级全部提升了5级，职业等级也跟着上升了一个阶段，现在不仅伤好了，还有了崭新的身体和等级，这绝对是伪装成绷带的修改器吧。然后他们3人集体跪下，也被我给彻底征服。我告诉他们还欠自己的钱利息就按35%，1年来算吧。暗流又脑补原来我是想通过高利贷的手段折磨他们，真是肮脏又让人兴奋的手段。然后我们走出公寓后，系统提示我们小队通关了副本，由于是全世界首个通关的这个副本的小队，于是系统就向全世界频道广播了这件事情。我先是看着提示愣了一下，转头问他们我们刚刚进去的是副本吗？秦昊然也不知道我想玩什么，只好回答是，还说我不是还将副本首领钉在头上当宠物吗？公告很快也传到了人类第一战力罗兰的眼前，他仔细一看发现有我的名字，现在的他彻底蒙圈了，他想不明白为什么魔王自己通关了自家的副本。当我们回到安全区后，引来许多人的围观，因为我们是有史以来第一个通关副本的小队。不过很快，身为玩家排行榜第2的秦昊然就被认了出来，就是那个曾经无数个游戏都霸榜的职业玩家，并且还是 WCG 赛事3冠王。秦昊然听到后自信地亮出在副本中得到的称号，算你们有见识，不过能通关副本可不是我的功劳。说着就准备向大家介绍我，可还没等他说出口，就被一声大叫打断。暗流马上提高警惕，问来者何人。等那人从人群中跑出来后，才看清楚原来是罗兰大人。他表面上是来恭喜我们通关副本，心中却在想差点就让秦昊然说漏嘴了，要是当众拆穿了魔王的伪装，在场的所有人都会被灭口的。看来身为人类希望的自己再一次拯救了世界。然后他缓了一下，说明了自己的来意，几位玩家极其优秀，我代表 NPC 给予你们最高的荣誉与祝贺。说完就抽出了他的小皮鞭，还请4位勇士随我来，我将勋章亲手赠予你们。看罗兰大人只带走他们4个，我想了一下，自己什么都没干，只是花钱雇他们前去的，所以自己是老板，应该不能接受勋章。罗兰把他们带到拐角小巷后，一拳打在墙面上，话那么多是不是想死一次看他什么感觉？吓得秦昊然不敢吱声，心想人类的希望居然是这种性格。随后罗兰就给他们讲述了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最后说我的身份不简单，难道连你们这些 NPC 都看不出来他的等级和职业吗？罗兰坚定地说不是看不出来，而是因为他根本就没有，他根本就不是一个玩家。众人听后大为震惊，不是玩家还能是什么？暗流在身后淡淡地说了声恶魔，然后他们又齐刷刷地看向了暗流，能拥有这样逆天的力量一定是高等级的恶魔。罗兰没想到这个沉默的少女居然有如此的智慧，你猜得不错，但她比普通恶魔可怕无数倍，她的真实身份其实是魔王，是能号令整个魔族的存在。除了暗流之外的其他3人听后大吃一惊。等他们平静下来后，罗兰开口说道，他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卡了系统漏洞的菜鸡，从现在开始我们必须认为他就是一个菜鸡，为了防止可怕的事情发生，我们必须配合他演出，如果强行拆穿惹怒了他，极有可能带来世界末日。现在你们4个占据排行榜的4个席位，和我一样是人类的希望。最后罗兰向他们伸出手，提出站在统一战线合作的请求，准备日后一起等待合适的时机将我杀死。而当他们和罗兰达成协议将他送走之后，陆九问难道咱们真的要和罗兰合作吗？当然是假的，刚才只是骗骗那个 NPC。 身为职业玩家的他知道这个世界上没人能战胜魔王，遇到危险就卖队友的你，可别这个时候说要做正义的伙伴啊。在陆九心中只要能赢他才不管什么正义邪恶。秦昊然又转身问另外2名队友的意见，暗流早就被我给征服，
他说只要你们真的愿意做我主人的狗，那继续和你们组队也无妨。秦昊然心想以前暗流跟着自己的时候可不是这样子的，最后警告他下次再袭击队友自己可是要反击的。而小圆正在准备说出自己的想法，但是根本没有人会在乎他的意见。于是人类排行榜第1的小队自此加入了魔王阵营。而正义联盟这边也得知有小队通关了副本，看到人类发展的如此迅速，看来战胜魔王指日可待了。然后小弟禀报给将军说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罗兰大人回来了，将军听后以为罗兰已经成功击杀魔王凯旋而归。坏消息是罗兰大人把魔王也带了回来。将军不明白将魔王带回来做什么？难道想玩什么刺激的养成游戏吗？罗兰大人说魔王降生时并非如预言中所说是襁褓中的婴儿，而是一个真正强大的完全体。详细的他会亲自与您和其他高层细说。身为人类希望的罗兰回来后，众人都出来迎接，然后小弟将他带到了通讯室，这里的联盟高层已经等候他多时，都在等他汇报魔王现在的情况。罗兰告诉他们，那是一个比预想还要危险无数倍的存在，他能轻易的将布尔特钢扭曲成爱心形状，难道连系统神器都无法限制他吗？可是他为什么不直接破坏掉布尔特钢？罗兰说，据自己的观察，魔王是在强迫自己默许他进入人类族群，因为每次自己表现出妥协后，魔王就不会采取进一步的攻击，而魔王这样做的真正目的我已经猜到了。高层听到后纷纷赞扬罗兰，不愧是背负着人类希望之名的男人，连智慧都是这么的优异，便让他赶快说说看魔王的目的是什么。魔王的目的就是瓦解人类的政治体系与联盟关系，以此不费吹灰之力彻底毁灭人类。高层听后大为震惊，感觉罗兰的这个解释非常的合理。而魔王今天已经开始腐化我们人类的第一小队，幸好自己赶到，及时与那支小队达成了合作关系，自己又再一次的拯救了世界。这也就解释得通为什么魔王会去通关自己家的副本，就是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达到蛊惑人心的目的。目前这个世界上的怪物分为2种，一种是受到魔王苏醒邪恶力量的影响，由地球原生动物变异而来，而另一种是与我们 NPC 来自同一个地方的魔族。这其中只有最强大的怪物才能被冠以首领级别。这个世界的主线剧情就是魔王带领他们意图毁灭世界，然后被勇者领导的人类玩家打败，而副本实际就是魔王军建立在地球的据点。众人听完罗兰的叙述后大为恼怒，没想到魔王为了达到目的，连自己家的副本都不放。这时不起眼的小角落一个人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你们说有没有可能这个魔王其实是失忆了，并不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我竟然因为系统漏洞被设定为这个世界的最终 BOSS， 但是前来迎接我的魔族首领被斩杀，所以我对自己是魔王这件事毫不知情，并且还舔了魔族首领的装备卖钱。想到在这世界末日的当下，安全区地段就是最稀缺的资源，于是就拿出卖装备的钱买了市中心的一栋楼，这样一来至少就有了基本的生活保障。想着自己一个没有战斗能力的菜鸡，要想生存下去的话，必须想办法搞更多的钱才可以。于是打开背包，发现满满的烤鸡手办，还有鬼纹绷带，还有先前舔魔族首领装备时留下的1颗蛋没卖掉，现在要么帮人代工赚取佣金，要么贩卖道具，或者是将背包中已经制作好的道具卖掉。思索片刻后，马上我的脑海里就有了答案，当然是先将贝利尔的蛋卖掉啊！之前卖他的装备可是卖了不少钱，他的蛋一定会比那些更加值钱。但突然脚下一滑，贝利尔的蛋也随之脱手而出，掉到地上后，下面摔出很多细微的裂痕，这可把我给吓一跳，裂了的话不就贬值了吗？马上我就拿出自己制作的1级道具鬼纹绷带给他缠上，准备等明天天一亮就把它拿去卖掉。现在要做的就是叫个外卖，洗个澡，然后睡觉。等我去洗澡后，抱抱感应到那颗蛋似乎有点异常，而此时裂纹已经遍布整个蛋体，下一秒随着蛋壳的破碎，中间出现一个小人，然后他利用鬼纹绷带包裹住身躯，而他正是魔王手下7天王之一的大恶魔贝利尔。先前来迎接我时不小心被罗兰给斩杀，此时受到鬼纹绷带的影响，提前从蛋中孵化重生。突然他感觉到身后传来一阵热气，转头发现一只庞然大物已经在他身后盯了好久，心想难道自己刚复活就又要被嘎掉吗？可仔细一看，原来是抱抱，然后问他怎么会在这里。抱抱开口问他是怎么认识自己的，贝利尔回答说自己在梦里见过。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一直在沉睡中做一个梦，梦中有一股力量向我展示了预言，说2个世界融合后，魔王会带领军队毁灭人类。在梦中，你是与魔王大人最亲近的生物，也是统领所有妖兽的大恶魔詹姆斯超凶暴。抱抱听着有点意思，让他继续说。梦中那股力量还告诉了我魔王大人降生的位置，等我苏醒后就一直等待着迎接他。在人类的世界一直躲避天空城和罗兰的追杀，不过再艰难我都坚持了下来。可没想到在魔王大人降生的地方又遭到了罗兰的伏击，说着就让抱抱赶快带自己去救魔王大人。抱抱只是告诉他已经没有那个必要了，魔王并不是初始等级，也不是襁褓婴儿状态，他根本不需要我们的保护。因为现在的他是魔王完全体，并且现在的他等级至少是4位数，具体多少级自己也不知道，一看就是一团乱麻。贝利尔随之又问起了抱抱现在的等级。魔王大人与我建立了链接，等级的高低于我来说已经没意义了，意思就是说你可以直接借用魔王大人的力量。魔王大人找到我时只有35级，但毕竟我们已经朝夕相处很多年，受他重用也是无可厚非。贝利尔听后下定决心，自己以后要好好努力，争取有一天和魔王大人也深入的建立链接。然后抱抱又告诉了他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魔王大人现在正在人类族群卧底。贝利尔心想魔王大
大人一定是想破坏人类的政治体系与联盟，从而不费吹灰之力彻底击败人类。真不愧是魔王大人，明明拥有一击就把世界轰掉的战力，却选择慢慢享受这一切。抱抱提醒他，现在我们要配合他伪装成什么都不行的菜鸡。听到角色扮演的贝利尔更加的兴奋，既然魔王大人特意把你的蛋从人类手下救出来，一定有他的深谋远虑。这时的我好像听到客厅有人讲话，便擦干身子走出来看看，看到了桌子上抱抱身旁站着的一个小人偶。主人，你回来了。而我得知他是野外首领爆出的蛋孵化而成后，原本是想将他卖掉换钱的。他得知自己要被卖掉屈从于卑劣的人类后，心想只要是为了魔王大人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这么一来，感觉自己的灵魂都更加高尚了。可又转念一想，自己好不容易才来到魔王身边，这时候被卖掉就不能守护魔王大人了。于是便说他自己有其他的办法能赚到钱，我就让他细细道来。下一秒，他开始慢慢变大，身体上散发出夺目的金光。这时窗外我点的外卖也刚好送到，而贝利尔也恢复了正常大小，骑在我的身上。这一幕刚好被玻璃外面的外卖员看到，然后我就收到了来自外卖员的肯定。紧接着他放下外卖后就匆忙离开了，我也懒得跟这种 NPC 解释，就继续问贝利尔有什么赚钱的好办法。从他口中得知他有一种特殊的能力，说现场就要展示给我看看。随着他口中一声娇喘，头上竟然重新长出了一对犄角，然后他跪倒在床上，双手向我献出这对犄角，说让我拿去卖钱，并且还说他的犄角每天都能够长出新的来，恳求我不要将他给卖掉。我赶忙上前将他给扶了起来，摸着良心说，小傻瓜，我怎么可能舍得将这么可爱的你卖掉呢？从此以后我就把贝利尔收养当做我的第二只宠。虽然他每天需要吃3只烧鸡，但是他变成迷你形态的时候只需要吃3块饼干，所以以后除了割脚的时候都让他保持迷你形态。贝利尔随后便问我接下来的计划是什么。抱抱听后心头一颤，直接这样问不就戳破魔王大人的伪装了吗？一般的玩法是玩家升级并且挑战副本，但我由于系统漏洞不能升级和穿戴装备，所以只要能活下去就可以了。抱抱心想，不愧是魔王大人，融入了角色的同时还给出了答案。我明白了，也就是按兵不动静观其变，但同时要积累足够多的财富，这样才能在日后打副本的时候雇佣别的团队带自己躺。本来是打算通过我的满级生产技能卖装备赚钱的，但是现在还是初期，别人都买不起这么贵的东西。所以说贝利尔，你现在对于我来说很重要，能够被魔王大人这么重视，他的内心早已乐开了花。而在我的眼里，他那每天长出的新触角就是源源不断的经济来源。第二天早晨，我割下贝利尔长出的新触角拿去卖钱，他站在小小的阳台上看着我的背影，心想能帮上魔王大人的忙真是太好了。而这时候，安全区中央的布尔特刚散发出耀眼的光芒，这是又一个高级 NPC 降临地球的征兆。他就是继罗兰大人之后第2名降临地球的高级 NPC 莫西教会主教普奇先生。罗兰带领众多量产 NPC 前来迎接，有了普奇的加入，人类的反击号角就可以打响了。再等到其他高级 NPC 陆续降临击败魔王，就指日可待了。普奇看到他们却是轻蔑的一笑，他认为罗兰简直是小题大做。罗兰听后暗沉下脸，问他是什么意思。普奇认为预言中说魔王降生后会是婴儿状态，一个婴儿的战力能有多强，所以先前组织才会同意让你先降临地球前往刺杀。所谓的魔王太过强大，只是你罗兰失败后的借口吧，并且还当面说罗兰根本配不上人类的希望这个称号。就在这时，一名 NPC 急急忙忙跑进来报告，说安全区的南边出现了一只89级的怪物，它自封为龙族，实际是由蜥蜴变异而来的一种，已经毁灭了8个据点，造成玩家伤亡超过4000，阵亡 NPC 达到89人，现在请求罗兰大人赶快前往支援。罗兰得知后即刻开始动身前往，走时还警告普奇魔王比想象中的要强几千倍。就在准备离开时，将监视魔王动向的任务交给了编号为007的 NPC。他这种量产 NPC 怎么也想不到自己能接到如此重大的任务，便问罗兰是要让自己去跟踪魔王吗？笨蛋，魔王的实力是何等的强大，跟踪一定会被发现的，就让007直接前去问魔王就好了。但是直接问的话，对方不会主动交代吧？罗兰就掏出一个红礼盒让他带着一起前去。007拿到手中后心想，这难道就是人类传说中的送礼吗？罗兰还同时告诉他，这里面可是自己家族的至宝圣玛雅龙爪，还说自己已经取得了父亲的同意。007没想到这么贵重的东西居然要拿去送人，而且还是身为人类希望的罗兰大人，这简直是太卑微了吧。最后告诉007尽量避免魔王趁自己不再做出什么伤害民众的事情。不过他们的这些谈话内容全被阳台上的普奇得知，心中不由得感叹，真是可悲啊，人类的希望竟然堕落的仿佛搞笑漫画的角色一样。等罗兰驾车离开后，007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完成任务。就在他骑上单车准备前去的时候，突然被一道声音给叫住，抬头一看，正是普奇主教喊的自己。普奇下来后说自己也要和他一起前往，他想亲眼看看这个所谓无敌的魔王究竟有多厉害。随后两人便来到了我家的门前。普奇刚开始以为是在这栋大楼里找了个屋子将魔王给收容，然后看了一下大楼围墙周围的花园，这些个绿化带也非常宽敞，建立了安全距离，防止他伤害安全区里的其他人。不得不说这方面你们考虑的相对周到啊。007便告诉他，这整栋房子都已经被魔王买下了，当然也包括普奇主教您刚才手指的花园。普奇听完后吓得尿不湿都要尿湿了，一件传说级装备卖给商店能换取680金币，难道就能在安全区中心买这样的豪宅？
宅吗？这显然是不对劲的。007告诉他，因为贝利尔乃是游戏最终副本倒数第2名 BOSS， 他所掉落的装备理论上绝不会在前期就被玩家获取，等到玩家能击杀他的时候，他产生的680金币也就没那么值钱了。前期不到1000金就能拥有的豪宅，但是后期就要至少756.3541.2663金币才行。普奇现在实在是想不明白，什么样的魔王会跑来人类的地盘投资房地产啊？难道是为了以后建立灭世军队提前筹备资金吗？没想到魔王居然还有这种经济头脑，然后就对007说让魔王出来迎接自己。007告诉普奇让他远远看着就行，千万别做出什么危险举动。区一个量产型 NPC 居然教我做事，等我回到天空城后会把罗兰纵容魔王的事情汇报给上级。等转身时发现007已经消失在了原地，然后就看到007拿着李家至宝圣玛雅龙爪，不是给魔王，而是用来讨好魔王手底下的一只小喽啰。007拿出礼盒说这是罗兰大人托自己带给您的。抱抱一时间想不起罗兰是谁，普奇心想罗兰脑子一定是坏掉了，居然用自己家族的至宝来讨好这只吃饭睡觉舔屁股的生物。抱抱心想为了配合主人打入人类内部，姑且先和他们唠几句吧，便问是那个欺软怕硬还对手下很苛刻的家伙吧。抱抱此时已经把秦昊然给认作了罗兰。007想了想说对，就是他，然后就献上了圣玛雅龙爪。抱抱拿过来后加了根树枝当做了痒痒挠。007心想能将传说级别的道具用来挠背的该是有多强大。一旁的普奇实在是看不下去了，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东西不给他一点教训，还真以为自己高人一等了。就在他准备对抱抱发动圣光审判的时候，抱抱却让他们有什么事情都等会再说吧。007刚想问抱抱魔王最近有没有毁灭世界的打算，抱抱打断他们说自己突然有点工作。普奇转身看向空中，发现有个东西正在朝城市飞去，定睛一看原来是先前的那只怪兽。这只怪兽怎么会出现在这里？罗兰不是前去阻击了吗？他人呢？就在几分钟前，龙在天上飞，罗兰地上追，龙继续飞，罗兰继续追，快追上时罗兰从车上跃起，然后拔剑向巨龙砍去。巨龙察觉后甩动尾巴反击罗兰，虽然这一击被罗兰给挡了下来，但强大的冲击力又将他给打回了地面。不过很快他就又站了起来继续追击，但此时龙已经飞去了很远。龙飞走后直接来到了全市新手的安全区上空，他表示自己对强者没兴趣，只喜欢虐菜。007看龙已经快要接近地面，忙问普奇该怎么办。普奇告诉他不用担心，这里是安全区，有布尔特冈提供的系统保护。可转身看向布尔特冈已经被扭曲成爱心形状。普奇主教你来的晚，可能不知道，在漫画第3章的时候，因为罗兰大人强行对魔王发动布尔特冈的系统制裁，才导致他变成了如今的这副模样。如今没有系统之力的保护，安全区里的低级玩家都会死的。下一秒巨龙就朝着地面发动了毁灭性打击。与此同时，抱抱的双眼看向空中也亮了起来，抬头冲着巨龙发射出普通光炮，但就是这普通的光炮竟直接将巨龙给化作齑粉。还在追巨龙的罗兰看到这一幕后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007和普奇看到抱抱只是一击就把那只84级的怪物抹掉，更是惊掉了下巴。完成这一切后的抱抱又坐了下来，让他们继续刚才的话题。刚才你想问什么来着？而此时的007还没有从刚才的震惊中缓过来。普奇庆幸自己刚才的攻击还好没发射出去，心想神明大人果然还是保佑着自己啊。随后赶忙将自己家族代代相传的十字架献给了抱抱，还有自己老家的房产证和自己的养老金账户，然后对007打出手势，让他想问什么情报赶快问。抱抱看他们这么诚恳，就让他们想问什么就说吧，就是想问下你们最近有没有想屠杀安全区或者是毁灭世界的活动计划，我们好提前做一下心理准备。普奇没想到007居然问得这么直接，更没想到抱抱居然说暂时没有，魔王大人短期内就想搞点钱。问完了吗？007说是，那退下吧。007说好。普奇不敢相信罗兰家族的至宝加上自己祖传十字架，加上天空城一套房子和自己未来所有的养老金，就问了这一个问题。反观007因为自己完美的完成了罗兰大人交代的任务，至少确定了世界不会在今天毁灭而超满足。傍晚我拿着用贝利尔触角卖的金币回到了家，看到抱抱自己坐在门前，便喊这只蠢猫快跟自己回家。等回到屋内后，抱抱又不在猫砂里上厕所，刚好被我转头看到。跟你说过很多次屎要拉在盆里吧，下一秒直接抓起尾巴将它甩飞出去，开门将它扔出门外后，让它今晚就睡外面。而我刚关上门回到屋内，贝利尔就上前准备服侍我就寝。接下来的画面我知道大家都不爱看，我就帮大家掐掉了。他本是魔族最强首领，却被一泡2年半的尿给当场憋死。如今我意外将他复活后，他非要每晚都给我侍寝，但是我告诉他这样一来有可能不过审，他便浮在空中，全身被一团光包裹，下一秒就又变回了迷你形态，然后开心的抱着我的耳朵睡觉，只留下门外我的宠物猫听着屋内的欢声一夜未眠。随着一夜过去，抱抱泪已流干，我醒后发现贝利尔还在睡觉，突然感觉这样看他还挺漂亮的，然后看到枕头下面好像有东西，拿出来一看，发现居然是日记。没想到这游戏的小宠物还会自己写日记，日记前面写满了对魔王大人的爱意，看来他是真的很喜欢那个魔王呢。再往后面翻时，发现了有描写他和罗兰打斗的，而且里面写的非常暴力血腥，看得我后背一阵的发凉。等我再往后面翻一页的时候，看到了一张极其血腥的照片，吓得我赶忙将他的日记本放了回去，差点忘了他可是一个很可怕的恶魔。等我走后，贝利尔不再装睡，他特意把日记露出来，就是为了能让魔王大人看到，把不能说的爱意写在日记里传达。结果当天晚上我就把他扔到了屋外过夜，然后又把抱抱接回了床上，现在还是觉得抱抱最好啊。贝利尔一人在门外听着屋内的欢声，想不明白为什么，而人类最强小队这边在屋
屋顶讨论战队问题。夏夜大人不仅治疗了我们的伤势，还提升了我们的等级属性和职业，这完全就是外挂才能做到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要当魔王的舔狗，我们这是选择正确的战队，懂了？所以就是当魔王的舔狗。这时小圆快让大家看天上，好像有什么东西正在朝这里飞来。由于太远看不清是什么东西，陆九便发动了职业技能枪手之眼，看到是一个长得很幼小的恶魔，但是等级很高。他们不知道来者正是身为魔族7天王之一101级的首领级恶魔巴比伦。由于手下一直找不到魔王大人，所以这次他准备亲自前往。既然魔王大人的失踪和罗兰有关，他这次准备将罗兰抓回去问清楚。陆九看到巴比伦的目标是安全区，应该是来找魔王的。秦浩然既然选择加入魔王阵营，就和巴比伦算是同事了，当即就想打好关系，准备和巴比伦打声招呼。正在赶路的巴比伦看到前面好像有人，仔细一看是4个人类玩家，心想一定是他们提前得知了消息，在此埋伏自己。可等看到他们的等级后，不免心生疑惑，这才开服不到3天而已，居然有人已经到24级了，必须要将这种天才扼杀在摇篮中。调转身形就朝着秦浩然飞踢过去。秦浩然看到对方朝自己飞来，友善的打了声招呼，准备问他是去找魔王大人的吗？但是话还没说完，就被一脚飞踹在了小腹，冲击力将秦浩然直接击退到另一栋大楼。巴比伦落地后，陆九正准备开口解释，但下一秒已经来到了他的面前，不等让他开口，就又一脚踹在腹部，同样也被强大的冲击力击飞数百米。小圆看到后急忙对陆九施展治疗术，但是巴比伦根本不给他这样的机会。就在他准备一招秒掉小圆时，一道身影出现挡下了这一击。巴比伦想不到究竟是什么东西能挡住自己的攻击，定睛一看，原来是身为暗杀者的暗流。暗流让他先好好的听人把话说完，而巴比伦则在想，暗杀者可以用盾牌吗？就算是用盾牌也不可能正面接下刚才那一击。等光团散去后才看清暗流手中的武器居然是一只烤鸡。一旁的秦浩然因为发动了流氓职业的被动，可以免疫一次致命攻击，冷却时间30天。起身后让暗流快解释给他听。暗流告诉巴比伦，这不只是烤鸡，那这是啥？是夏夜大人的恩赐，是属于夏夜大人的证明。一边说一边用我给他的烧鸡不停地朝巴比伦攻击，随后向后退出几米，开始积聚力量，朝前方快速发动斩击。巴比伦眼看情况不妙，瞬息之间向后退出了数百米。暗流举起手中的烧鸡，将这最强的一击称之为誓约胜利之击。随着这一击的落下，地面上留下了可怕的印记，看上去平平无奇的烤鸡居然能把101级的大恶魔击退。夏夜大人早就料到我会遭此危机，才把这种宝物赐予了我。秦浩然看完这一切后一阵的无语，有空说那么多的台词，倒是把话讲清楚啊，我们也是魔王阵营的，只需要说这一句就可以了呀。而巴比伦由于大意也受了点伤，他没想到不到30级的玩家居然有这种力量，心想难道对方使用了外挂吗？不，自己还没有找到魔王大人，绝对不能在这里倒下。想罢就爆发出冲天的气势，直接进入了 BOSS 的第2阶段，理智丧失 99%， 全属性提升 120%， 并且全身已经被机甲所包裹，绝对不能让他进入狂暴状态，那样就真的无法沟通了。秦浩然闪身就冲到巴比伦身前，大声说自己知道魔王在哪里。他正在给我的宠物抱抱做按摩时，刚好看到窗外变身完成的巴比伦，看着他的背影总觉得有点眼熟。抱抱说他可能是在哪个动画片里见过吧。而巴比伦不知道人类第一小队早已投靠到魔王阵营，身为队长的秦浩然赶忙让小圆解释给他听，魔王就在安全区，而且还伪装成了一个卡 bug 的菜鸡，我们受他的雇佣去接他的宠物猫，中途身受重伤，魔王大人对我们施以恩赐，然后小圆就将那天我用鬼纹绷带替他们疗伤，最后绷带还帮他们提升等级的事情告诉了巴比伦。自此以后他们便决定臣服在我强大的力量之下。巴比伦听完后陷入死一般的寂静，你们不但开挂，现在居然还想骗我，至少也编个有点逻辑的故事吧。说着就准备一拳将他们带走。这时秦浩然赶忙掏出一个照片，说自己有证据，解释说和他们合影的人就是魔王大人。巴比伦就掏出贝利尔画的魔王画像进行对比，发现和自己的照片完全不一样，大为恼怒，直接就进入了 BOSS 的第3阶段，不仅体型增大 1500%， 攻击范围提升 2000%， 还彻底的失去了理智。可恶的人类竟然敢开挂伏击我，我要把100里之内全部夷为平地。秦浩然一看交涉没用了，就喊暗流上前抵挡，可没想到我给他们的烧鸡是一次性的，已经开始消散。与此同时还收到了陆九的退出队伍提示。就在巴比伦的攻击即将落下时，突然出现一道激光将其化解，惊呆的众人纷纷抬头向激光发射的方向看去，发现原来是我的宠物猫骑着贝利尔前来。抱抱来到巴比伦的面前就喊他友军快住手啊，你在这里大动干戈会破坏魔王大人的计划的。可巴比伦就像是没听到似的进入狂暴状态，然后冲着抱抱发射密集的火力打击。抱抱只好一边躲闪一边向他解释，魔王大人现在伪装成人类潜伏在了安全区，正在准备着更深远的谋略和计划，你只要停手现在就能带你去见魔王大人。可巴比伦仍然像是没听到似的继续攻击，因为在他的视角内只看到一只喵喵喵不停叫的橘猫，而抱抱这时候已经开始不耐烦了，直接伸手将自己锋利的爪子露了出来，下一秒竟然徒手接住了巴比伦的激光，并且还将激光给反弹了回去，造成的爆炸席卷了周围数百公里，冲击波甚至达到了安全区中心。但我只感觉到一股清爽无比的风，拿着麦贝利尔犄角的12金币，心中很是惬意，今天也是和平的一天呢。而巴比伦已经被这一击打得失去了战斗能力，贝利尔也跟随着抱抱落到深坑内，问他现在可以好好听人说话
话了吗？只剩下一丝血的巴比伦表示自己根本听不懂猫语。抱抱这才想起自己忘记切换语言了，就转身问贝利尔怎么不提醒自己，而贝利尔此时已经沉浸在做其角色扮演中，忘记了自己能说话了。巴比伦看到贝利尔居然还没死，就让他和自己一起去拯救魔王大人，顺便再将这个安全区给轰成渣渣。我看你是真的很想死啊！而秦浩然这边正在庆幸自己又活下来的时候，先前背叛队友逃跑的陆九又飞了回来，不禁想起当时多亏了魔王大人自己才能从抱抱手里活下来，不敢想象一只饮食超标的肥宅土猫，实际上却是深不可测的怪物。回身看了眼暗流，还沉浸在失去烤鸡的悲伤中。抱抱这时也已经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给了巴比伦听，但当我回到家后，发现抱抱不见了，而且贝利尔也找不到了。正当我心想他们不会出什么事情了吧，我家的门铃突然响了。我打开监控一看，是上次带我刷副本的大哥。打开门后，我痛哭流涕的感谢他们，又救了抱抱一次，还把他们送回来，而他们还以为我又在演戏，只好配合我。我就告诉秦浩然喊自己阿叶就可以了，以后我们就是最好的朋友了。随后我便请他们都进来坐吧。秦浩然这时说他们还给我带了个小宠物当做礼物，说着就把迷你形态的巴比伦拿了出来。巴比伦一见到我后，顿时两眼放光，说是送给我的小宠物。看到又是一只恶魔后，不禁让我想起贝利尔那本血腥的笔记，便说自己现在条件有点艰苦，没能力再养宠物，要不你们还是留着自己用吧。巴比伦看自己被魔王大人拒绝，抑制不住的悲伤失望，心想难道是自己太小的原因吗？好不容易见到魔王，必须想办法留在身边。于是他就向我献出了自己的犄角。大魔王的犄角现在可是能卖出个好价钱的，并且还说他新陈代谢比较快，一天能够产出3副。我看着他诚恳的眼神，思索了2秒半，果断将他收做宠物，让大家先进来做。就这样，巴比伦以每天12金98银的价格代替了贝利尔女主的位置。等他们刚踏进我家一步时，忽然感受到一股恐怖的威压，我以为他们是被我家里东西太多吓到，就解释说这都是自己练习锻造时造的一些初级武器。秦浩然听完我说的后吓得冷汗直流，这里面随便一把放到现在都是无敌的存在啊。然后我又向他们介绍了一些防具，还有自己练习雕刻时做的一些人偶。秦浩然等人心想这哪里是家呀，简直就是一个军火库。紧接着我告诉他们自己本来是想放交易行卖掉的，但发现卖便宜了亏，卖贵了滞销，没办法只能堆在家里了，你们看上哪个随便拿，不过仅限大厅这些初级的，中高级的我准备以后再卖试试。秦浩然听后不敢想，这种武器在我眼里居然只是初级的，但又仔细一想，就连给暗流的那只烧鸡都可以击退大魔王巴比伦，那认真锻造的装备能逆天也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于是就客气的说这怎么好意思拿呢，也是你们击杀怪物获得的奖励一定比我做的厉害多了。他们正准备坐下时，发现就连沙发也是个魔器。我告诉他那个沙发也是我自己做的，不必客气，快坐吧。等秦浩然坐下后，发现我整间屋子几乎全是魔器，难道说脚下整栋楼都已经变成一个魔器了？甚至就连贝利尔刚端过来的水看着都蕴含着强大邪恶的魔力。我告诉他们说这是自己为了节省水费，于是就在后院开了一口井，并且取名为永恒之井。秦浩然现在都不敢想象我到底是有多强，只是简单的给井取了个名，就真的变成了蕴含强大魔力的永恒之井。自己之前还有所犹豫要不要加入魔王阵营，这一刻算是彻底想明白了，眼前这个存在实在是太过强大了，只有让他接受自己的加入，才能在这个世界活下去。我让他们喝了口茶后开口说道，我刚才听说安全区不远处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战斗，是不是就你们拿到巴比伦的那场啊？秦浩然听后心想，魔王不会是要怪罪自己吧，真了不起啊，打得那么激烈。秦浩然听后以为我是在怪罪他们，吓得结结巴巴都说不出话来。我紧接着有说好在，结果是好的，你们能活下来到我这里喝茶多好啊。秦浩然还以为我在夸他能立刻过来报道，便说自己1分钟都没耽搁就来了，所以说我要恭喜你们活下来了。秦浩然听后以为我的意思是已经接受他们的投靠，心中暗自窃喜。我又让他们喝了口茶后，就问暗流上次给你的烧鸡一定已经吃掉了吧？他心想魔王大人果然对刚才的战斗过程一清二楚，知道自己已经用掉了誓约胜利之盔。我看他确实已经吃掉了，就说自己还剩不少，留着也是占空间，再分一些给你们吧。说着就又给了暗流20只满级烤鸡，并且又给了在座每人20只。如此珍贵的宝物居然慷慨的施舍给我们，魔王大人我一定不会辜负您对我的宠爱，并且也不会允许他们辜负的。秦浩然被他看得毛骨悚然，害怕他哪天不高兴了又在背后捅队友。这时突然听到门铃响起，我从门口的监控中看到是人类最强 NPC 罗兰大人，他听说刚刚外面发生了些小小的战斗，特意过来慰问一下。我看到后赶忙开门迎接，正准备进门的罗兰突然看到我包里的贝利尔，心想贝利尔当初不是已经被自己杀死了吗？为什么会在这里，而且还多出来一只？再低头一看，也发现了这栋建筑已经变成了魔器。等他走进客厅后，发现里面摆满了各种的高级战争物资，心想我果然是在为毁灭世界做准备，这是已经把整栋大楼当成据点了。难道是自己这边的人哪里做的不好，惹到魔王不高兴了吗？最后下定决心一定要稳住我。罗兰进来后发现人类第1小队也在这里，他心想居然比自己先一步察觉魔王的异常，并已经到魔王家里打探消息了。不愧是人类第1小队，甚是优秀，宽慰我心啊！就让我们一起配合组织魔王的灭世行动吧。最后冲着秦浩然使了个眼色，但罗兰不知道的是，这个所谓的人类第1小队早已经投靠了魔王阵营。
由于他们刚和魔族大战了一场，我便好意的安抚他们。可罗兰听后以为我是在故意讽刺他们。这个世界这么有趣，我真不想它就这样毁灭。可是我也无能为力，只能靠你们加把劲拯救这个世界了。罗兰却以为我是觉得太无聊了才想毁灭世界，然后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问我觉得精灵够不够有意思。我略微震惊，这个游戏难道还有精灵族吗？罗兰说他知道一片还没开放的区域被称为精灵古国，如果去找一找的话应该能有。我听后好奇心被瞬间打开，如果有机会的话确实想看一看精灵长什么样的。罗兰看我来了兴趣，便说去帮我捉来。秦浩然心想真是看了一出好戏啊！身为人类希望的罗兰居然在魔王面前这么卑微。我看罗兰大人这么看好我，心中很是高兴，但我知道自己只是个菜鸡，想要开辟人类的未来，你更应该看好他才是。说着就将目光转向了一旁的秦浩然，并说他们才是目前人类最强的小队啊！秦浩然以为是我误会他与罗兰的关系了，正想开口解释，却被罗兰抢先一步打断。不愧是夏先生，真是什么都瞒不过你。我确实和人类第一小队确立了深度的合作关系。刚投靠魔王阵营的秦浩然听后，现在就想干掉罗兰。既然被发现了，也就没必要藏着掖着。显然我没有听懂罗兰大人这句话的意思，但他紧接着又说要和秦浩然他们一起前去，一定能完美合作达成目标。我听后哈哈大笑，我就说嘛，你们才是天造地设的一类人。然后我就将他们都送出了门外。随着大门的关闭，秦浩然表现出一副吃了屎的模样，心想自己完全被魔王误会成敌对阵营了。罗兰还以为他是被魔王的邪恶和傲慢吓到，魔王察觉我们的合作关系，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们只要把精灵带回来，一切都还有转机。没等他说完，秦浩然就一拳打在了身后的墙上。你小子特么是故意的吧？罗兰听后一脸懵逼，我不知道你哪里来的底气，居然敢这样与我对话。而秦浩然敢这样嚣张，也是有自己的底牌的。说着一团光就开始在手掌之中汇聚，下一秒拿出了我给他们的烧鲲。罗兰不知道的是，这些烧鲲可是我用满级生产技能做出来的。暗流曾经就是拿着我给他的鲲击退了101级的巴比，但罗兰却以为是对方想讨好自己，就说自己不饿。队友上前劝解，被他给打断。他知道不能真的和罗兰起冲突，否则就会破坏了魔王大人打入人类内部的计划。罗兰不理解他们为什么不高兴，能和身为人类最高战力的自己合作，应该感到荣幸才对。然后就说出了自己的计划：黑镜还没开放的地图抓一只精灵献给魔王，让魔王延缓毁灭世界的计划。听听这些话哪句像是正派角色说出来的？小袁这时提醒秦浩然，刚才魔王大人似乎有意让我们与罗兰合作，然后他们就打开私人频道开始交流。其实也有可能是魔王大人随口一说，那可是魔王一言一行都是关世界存亡，怎么可能乱开玩笑？我懂了，魔王大人是让我们找机会直接把罗兰做掉。你觉得我们这些20多级的打得过101级的罗兰吗？罗兰看他们商量完了就问要合作吗？并且还说一路上的经验装备和金币都给他们。秦浩然心想目前好像只能先和罗兰合作，于是就答应了下来。不过握手就不用了，因为他怕魔王大人再产生误会。我在阳台上看着他们一起离去，心想真是太好了，他们似乎很喜欢对方，我一定要抱好罗兰大哥和人类第一小队这2条大腿，不然遇到困难都不知道可以找谁帮忙。嘿嘿嘿，我真是个天才。我身后的宠物们心想，虽然不知道魔王大人在做什么，但他真是个天才。很快罗兰他们就来到了精灵古国，这道门后面就连最强 NPC 的罗兰都不知道有什么，唯一确定的是里面怪物的等级远超目前版本，甚至可能比降临地球的魔族都高。罗兰便开始给他们讲解这个游戏的世界观。所谓精灵是除了人类与魔族之外，曾经存在于我们世界的旁系种族。罗兰看他们一副憨憨的表情，就问主线剧情里都有讲的，你们难道没看吗？这种东西为了赶进度当然是全部跳过，不然怎么能领先其他人成为第一小队？罗兰便说人类的技能技术都来自莫西神明，人与残暴的魔族交战上千年，战火不断，这期间无力与人魔两族争夺资源的种族渐渐都灭绝了。但其实还有一个种族能与人魔两族抗衡，就是能使用自然之力的精灵族，那是能让平衡产生倾斜的强大能量。不过精灵公主不屈从任何一方，牺牲自己将精灵之力封印，时至今日精灵就成了传说中的生物。明白了，总之就是不站队的都被你们干没了。这个门背后就是精灵曾经生活的地方，但是里面有没有精灵罗兰自己也无法确定。秦浩然又对罗兰说道，警告都突破对话框了，我们才多少级，你怎么不直接带我们上天呢？罗兰就把他带来的家族至宝拿了出来，有了这些个强力武器一定能够战胜敌人。就这样，人类的希望为了讨魔王开心，准备了一堆邪恶道具，带着一群老六黑进了限制区域捉精灵。罗兰刚说完尽量不要进入战斗，身后的小圆就踩到了机关，下一秒一只102级极怪就出现在了面前。他开口警告罗兰不要来打扰精灵们的安眠，若是现在离开可以饶你们不死。小圆听后立马开始道歉，并说都是自己的错，想对自己做什么都可以。身为人类第一战力的罗兰自然无所畏惧，就让他们都退后，自己要开始装逼了。看着其他人迅速退后数米，虽然是自己要求的，却还是有那么一丝丝的失落，但眼下还是对付怪物要紧，于是就掏出了他的家族至宝 S 级魔族道具地狱突破魔族，使用后可以提升5分钟30%的全属性能力，但是结束后会进入30秒的虚弱状态。强化后的罗兰拔剑就朝怪物攻去，众人看虽然真的能将这个 boss 压制，但是为什么人类的希望居然在用魔族道具？小原本还想一起上去帮忙，转身发现秦浩然已经开始躺了，而罗兰这边靠着地狱突破魔族打的 boss 毫无还手之力。就在 boss 还剩一滴血准备最后一击的时候，罗兰的 buff 时间到了，进入了虚弱状态，场面陷入一度的尴尬之中。不过 boss 马上就反应了过来，先是一拳将罗兰打向地面，紧接着掏出了自己20米半的小锤锤，轻轻的朝罗兰砸了一锤。
锤，小圆惊呼再不救就真的死了。就在 BOSS 准备砸下第二锤的时候，一个身影出现挡在了罗兰面前。罗兰抬头一看，居然是秦昊然。你应该知道自己不是他的对手，而且为什么又把烤鸡拿了出来？秦昊然并没有回答他，拿起我给他的烤鸡就朝 BOSS 冲去。罗兰还以为秦昊然是想用食物贿赂 BOSS， 就大喊让他回来。这个办法虽然很别致，但你没发现这个 BOSS 和烤鸡都是鸟类的吗？而 BOSS 看秦昊然只有26级，心中充满不屑。秦昊然冲到跟前后，先是使用烤鸡强化，然后冲着 BOSS 轻轻的挥动烤鸡，直接将他给斩成2半。罗兰看到后眼神中充满不理解，不愧是魔王大人恩赐的神器，这么厉害的宝贝居然给了我们一人20个。罗兰起身后还装逼的说自己熬过虚弱状态后照样可以，他对自己的抗揍能力很有信心。接下来就是领取击杀首领的奖励。罗兰事先说过道具都会给秦昊然他们，秦昊然打开后发现不仅有很多金币，还有后期强化装备的必需材料，但这些与魔王大人给的烤鸡比起来也不过是些垃圾，越发觉得能当魔王大人的狗腿真是幸运极了。罗兰这时却突然陷入沉思，然后就上前问刚刚那个道具这么强力，可不是一般东西，到底是哪里来的？该不会是魔王给你们的吧？场面的气氛瞬间就降到了冰点。小圆这时站出来紧张的说是在练级的过程中捡到一个稀有宝箱，只要投入999个铜币就能获得强力道具。秦昊然早就料到罗兰肯定会询问道具的来历，所以提前就想好了借口。可陆九心想20级的地图捡到轻松击杀100级怪物的道具，这么离谱的谎言只有傻子才会信吧。说罢就准备掏出烤鸡进入战斗，只见罗兰沉默片刻，然后就先让他们分奖励，自己去前面看看。看罗兰真的信了这套说辞，心想他难道真是个傻子吗？等罗兰走后，秦昊然开口说道，魔王大人把如此强力的道具交给我们属实不合常理，他必然是……两人的眼神在空中碰撞，仿佛看穿了一切。看来魔王大人是真想养个精灵，才给我们道具助力击杀怪物，因为这片地图的难度都在魔王的预料之中，他早就知道我们靠自己根本打不过，所以我们一定要找到精灵，让魔王大人看到我们的诚意。而这时小圆在身后看着他们，脸上露出让人猜不透的笑容。等他们再往前走了一段路程后，出现了一只108级的 BOSS 挡住去路，二话不说，众人就进入了战斗状态。罗兰先是使用空间扭曲模组拖住 BOSS， 秦昊然瞅准时机又开始使用烤鸡强化，于是强大的 BOSS 在两人的合力攻击下，瞬间就被满血秒杀。BOSS 此前都不相信自己怎么这么轻松就被干掉，于是就打开了举报框，举报高级 NPC 带小号刷图，并且使用来历不明的道具。系统收到举报，经过核实扣除了对方4点人品值。他等了会儿就问系统然后呢？系统告诉他没有然后了。就这样堕落王座的守护者猝死当场。随着一路的杀怪升级，第一小队的等级除了暗流外都达到了28级。罗兰提醒前面就是精灵的王座了，无论如何刚进图时就触发机关的事情不要再发生。结果刚说完就收到了进入战斗的系统提示。罗兰转身就问秦昊然能不能专业点，秦昊然转身就问小圆能不能专业一点。这时一个巨大黑影已经来到了众人面前，黑影警告他们不要来打扰精灵们的安眠，若是现在离开可以饶你们不死。罗兰却说这句台词好像在第一个 BOSS 的时候就听过，于是 BOSS 又换了个台词，无知将送你们上绝路，来吧凡人，感受我的愤怒。秦昊然感觉和自己以前玩过的一个游戏很像，这是不是有抄袭的嫌疑啊？ BOSS 听后开始慌忙的在想台词，但却被秦昊然发现了躲在背后操控黑影的幕后主使，然后就很轻易的就将他给抓获了。但他说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分身而已，自己的主人才是王国最强大的精灵，王国覆灭后只有主人活了下来，一人之力守护王国1000年。秦昊然他们心想要是能抓住这只活精灵，就能回去向魔王大人交差了，于是就问他的主人在哪里，但他感觉主人是因为吃了有毒的蘑菇而香消玉损的事情有点说不出口。等他们来到精灵王座后发现 BOSS 是个 S 级的灵魂体，就算是罗兰都没战胜 S 级的信心。秦昊然告诉他自己的烧鸡也没有了，于是罗兰便拿出了当时去埋伏魔王却没能用上的最强陷阱道具。马尔斯很快就察觉到了有闯入者，瞬间就进入到了狂暴状态，下一秒就被一样东西砸中脑袋。虽然他不知道那是个什么东西，但既然放在地上那一定就是用来踩的，于是他便踩了上去。秦昊然看到后就询问那个道具来历，罗兰解释说这是借用最初4大恶魔的力量制作而成，自己家族代代相传的至宝之一，能够造成巨量真实伤害与控制效果，缺点就是会令中招的人非常痛苦。你们家族怎么会代代相传这种可怕的东西啊？秦昊然又感觉这个陷阱和我家的茶有点相似，而马尔斯这边由于触发了陷阱，感觉自己失去了力量，无法抵抗，并且非常痛苦。罗兰瞅准时机拔剑上前，并且将强化技能全部用上。等冲到跟前，马尔斯才发现是人类高级 NPC， 但马上发现不太对，因为现在罗兰的样子就跟魔鬼一样，不断的对动弹不得的马尔斯发动攻击，太过分了。身为 NPC 居然带着一群小号来欺负人，而且还用这么不讲武德的攻击方式。秦昊然也没想到罗兰使出全力竟然这么强大，不愧是人类的希望。一旁的精灵分身听到人类的希望后大吃一惊，因为就在前不久有一个声音向他们展示了预言，说2个世界融合之后会出现一位能带领玩家打败魔王的勇者，被称为人类的希望。但身为 S 级的马尔斯也不是吃素的，很快的就解开了陷阱的束缚，但他的血量已经只剩下3%了。随着罗兰潇洒的挥出最后一击，将这个 S 级精灵灵魂就此斩杀。随
随着精灵本体的死亡，他的分身也跟着一起消散。但奇怪的是 ，BOSS 死亡后并没有触发奖励，而且现在一只精灵都没了，没办法向魔王交差。最后将目光看向早已成干尸的马尔斯本体，实在不行，只能把这个给魔王扛回去了。这时四周的环境突然发生了变化，罗兰认出这是精灵的最高封印术，因为触发了某个机关正在解除。紧接着大殿后面那扇被尘封已久的大门缓缓打开，她就是沉睡千年的精灵公主希尔。当她出来，就看到自己的姐姐马尔斯已经变成了干尸，而且还被一群人类给扛在肩上，瞬间就又变成了石像沉睡过去。于是罗兰决定用胶水沾一下，还能用，至少比背着的这个干尸强些。精灵公主听到他们想要脱掉自己的衣服涂胶水，直接引爆了自身，所产生的能量不仅击穿了精灵骨骼，甚至还将整个地球给击穿了。现在看她好像已经不如那个干尸了，这样的话根本没办法向魔王大人交差。身后的暗流这时拔出匕首，心想任务失败也配回去见魔王大人吗？我先杀了你们再自杀。六九见状赶忙拉着他去看看还有没有活口。这时罗兰突然发现公主的心脏处放着的正是精灵真正的至宝阿尔法智慧之石，也就是刚才的爆炸这个精灵公主真正想要毁掉的东西，也是千年前他们一族真正想封印的东西。千万年来精灵族所掌握的一切知识和操纵精灵之力的方法都汇聚其中，也就是说得到了它就相当于获得了精灵之力，与神力魔力能够相抗衡的第三种力量。罗兰心想只要有了这个，自己就能洗刷最近承受的屈辱了。可伸出去的手被秦昊然给拦了下来，他问罗兰难道这个不交给魔王吗？秦先生你是不是入戏太深了？现在有一个可以将魔王毁灭的道具，怎么可能交出去？秦昊然听后仰天大笑，说他总算明白了，本来以为魔王真是闲来无趣想养只精灵玩玩，原来他早就知道阿尔法智慧之石就在这里，而且他知道精灵之力绝不能被你们人类掌控，所以才让我们小队一路相随。果然魔王大人心里还是有我们的，很抱歉这种级别的道具我不能给你们，有了这个人类就有了与魔王对抗的底气。等他拿起来后发现已经被掉了包，真正的阿尔法智慧之石已经被秦昊然收入囊中，此刻正准备悄悄溜走。那第一小队终于开始跳反，抬手就将坤坤当飞镖扔，目标正是身为人类希望的罗兰。罗兰见状赶忙开启 S 级神力护盾，虽然帮他抵挡了致命攻击，但是还是被打掉了一半的血量。下一秒他就开启了增幅技能向小圆冲去，小圆看到后正准备召唤坤之神器，可没想到罗兰真正的目标并不是他，而是在他身后的队长秦昊然。眼看已经来到跟前，只能用我给他们的坤之神器抵挡，不过由于他们之间等级差距巨大，即便有我给的神器也被打成残血。一旁的小圆反应过来后开始反击，发射能造成788点伤害的4级星火术，经过神器强化后伤害增加到了8000点。罗兰拔剑大踏步上前就斩，虽然化解了这次攻击，但他知道不能再继续耗下去，必须赶快拿到智慧之石。就在这时暗流来到他身后发动技能被刺，不过被提前察觉后转身挡了下来。秦昊然突然发现智慧之石就在罗兰脚下，心想应该是刚刚受击时飞出来的，于是就让暗流先抢地上的智慧之石。暗流听到后调转身形就去抢石头，但却被罗兰一把推开，眼看就要落入罗兰的手中时，陆九上前飞身一脚将智慧之石踢到了秦昊然的面前。秦昊然起身向前飞去，就在要拿到的时候被罗兰捂住了眼睛，然后一把的推倒在地，成功的拿到了智慧之石。秦昊然想不明白为什么罗兰会突然瞬移到这里，因为暗流和陆九的攻击根本没有停止过，但转眼一看他们刚才攻击的对象变成了玩偶，原来是罗兰使用了流氓的 C 级职业技能，可以将两个物体的位置进行调换。秦昊然正想再次反击，却被一脚踹在了脸上。由于秦昊然平时对队员很苛刻，所以大家看到后完全责备不起来罗兰，甚至还觉得很爽。下一秒罗兰就开始使用智慧之石的力量，众人看到后急忙拿出坤之神器抵挡，但是在 S 加级别道具阿尔法智慧之石的攻击下，竟然连魔王大人给的坤之神器也无法抵挡。身为人类玩家中最强的小队，居然为了魔王拼命到这种地步，不觉得羞愧吗？秦昊然想起罗兰曾经卑躬屈膝的讨好魔王的样子，就问他有资格说自己吗？罗兰没有回答，召唤出了传送门，等我将智慧之石带回正义联盟，你们就知道加入魔王阵营是多么愚蠢。等罗兰走后，小圆给大家买了口血，这么强大的道具落入敌人手中，这次的任务可以说彻底失败了。小圆害怕回去后惹得我大怒，暗流看任务失败了，就准备先杀死他们，然后自己再自杀。陆九发觉后解释说，智慧之石的力量太强了，那么多坤之神器都无法战胜，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只要我们诚心诚意的展示成果，魔王大人也许会谅解我们的。就这样，他们带着精灵公主的尸体回来见我。我看着这些石头疑惑，难道这就是精灵吗？是，但也不完全是，因为还有一点在袋子里装着。虽然最关键的部分没有了，但您看能不能将就一下？这是将就的事情吗？秦昊然看我生气了，心想要完蛋了。而暗流感觉我就算生气也这么的帅。然后我缓缓将目光看向他们，你们说什么呢？虽然没能看看真正的精灵长什么样，但你们能想到给我带礼物，我已经很高兴了。看我没生气，他们这才松了口气。我告诉他们自己正好也学习了相关技能，说不定能将它给修好。但是看他胸腔这部分损坏最厉害，如果能复原就不成问题。秦昊然想起罗兰曾经说过，胸腹是精灵积蓄力量的地方，精灵为不落入我们手中释放出了自己所有的能量，这么做也意味着彻底的死亡。他的能量灵魂已经随着爆炸回到世界能量运行之中，就像是一滴水流入了大海，要从大海里重新把那一滴水取回来，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于是就告诉我说这次可能真的复原不了了。但我这时想起自己前2天随手捏了个胸腔，看看能不能代替一下。秦昊然听到后都被震惊了，随后我就从背包中将胸腔掏出，虽然自己无法穿戴装备升级战斗，但只是修个玩偶的话还算是专业对口。这种时候
候只需要跟着内心的直觉，找到心中那个万能的按键，所有操作都能返璞归真，化繁为简。一番搜寻，终于找到了我内心中的 S 键。随着将胸腔拼接上去，精灵所丢失的能量又开始汇聚到了他的体内，最后竟然真的醒了过来。可他一睁眼就看到了我，心想为什么魔王会在这里？然后又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胸腔，自己曾经引以为傲的 F 罩杯居然变成了 A， 这简直比看到魔王还要恐怖。于是他再次陷入了沉睡，这次他真的不想再醒了，别救了，求求了！秦浩然确定他刚刚绝对是已经复活了，这是何等逆天的力量，完全改变了能量的流转规律，简直就是全知全能的存在。我告诉他们自己很喜欢这个玩偶，但秦浩然听完后再次被震惊了，他没想到人魔两个阵营垂涎千年的精灵公主到我这里就只配当个玩偶。暗流听我喜欢人偶后瞬间就懂了，稀有高贵的精灵公主沦入魔王手中，只能成为被肆意玩弄的人偶。看来魔王大人看似冷漠，实则内心炽热无比，充满情绪。他心想自己也要想办法成为这样的女人，才能获得魔王大人的青睐。我收下精灵公主后，感觉自己也没什么能够回礼的。装死的公主听到后心想，原来这群人类是在利用自己与魔王做交易，那自己倒是要听听是什么东西比自己还珍贵，让他们不惜背叛种族也要得到。然后我就问他们上次给的烤鸡吃完了吗？秦浩然以为我在问他烤鸡的战斗力，他就说烤鸡简直太厉害了，我还有些高级一点的盐焗鸡也给你们吧。精灵公主听完后已经心如死灰，自己堂堂公主居然被拿去换几只鸡，不过这个鸡的味道确实挺香的。等给完他们鸡后，秦浩然和暗流就与我辞去，在他们来找我前就和小圆陆九兵分两路，由他们去直接准备后事。小圆开心的说自己用这次收获的钱买到了地段很好的墓地，这样就算被魔王大人处死后也不用做孤魂野鬼。结果秦浩然告诉他魔王并没有怪罪的意思，小圆听到后就转身准备去退掉，不过被陆九给拉住了，告诉他先留着吧，现在正是大末日，早晚用得到。然后就问秦浩然到底是怎么回事，没想到我们拼命带回来的精灵公主只是小玩偶而已，他一高兴还送了我们整整10只盐焗鸡。陆九一听居然给了10个新口味的神器，他的强大真是一次次刷新认知，让人不由得感觉站在魔王阵营真是太好了。而就在刚刚罗兰回到正义联盟之后，就来到了会议室，身为天空城12亿元之妻的迪克已经等候多时，他拿出智慧之石就开始汇报工作，但由于我刚才将精灵公主给复活，他手上的石头也随之消失不见。现场的其他人一脸懵逼，难道说罗兰大人搞错了吗？怎么可能？罗兰大人可是人类的希望，我明白了，这一定是只有聪明的人才能看到。是的，没错，我看到了，非常了不起，不愧是人类的希望。罗兰此时也搞不清楚状况，上一秒还在自己手中，怎么就突然变成能量被吸走了？只有迪克议员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让周围的人都闭嘴。精灵公主复活，埃尔法智慧之石回到他手中，再正常不过了。罗兰听后大吃一惊，迪克紧接着说，其实自己也每时每刻关注着魔王，不得不说他每天的行为没有丝毫的破绽，演技确实很好，但是精灵公主是在我面前炸的，崩成那样是根本不可能修复的。出现这种情况不外乎2种可能，其一就是你被魔王摆了一道，自从你出发到现实世界就一直在他的鼓掌之中。罗兰听后没有什么可辩驳的。那么第二种可能就是身为人类希望的你背叛了人类，竟然因为系统漏洞成为了这个世界的最终 BOSS， 可前来迎接我的魔族首领被斩杀，所以我对自己是魔王这件事毫不知情。如今人类第一小队为了讨好我，将精灵国的公主送到了我面前，等他们走后，我告诉公主现在只有我们2个人了。她以为我要对她做些什么，吓得尿不湿都尿湿了，心想如果与魔王战斗自己能有胜算吗？这时我过来摸了一下她的头，告诉她不用害怕，这里没人会伤害你的。她心想这真的是魔王吗？怎么这么温柔？因为精灵有真视之眼的被动，所以她睁眼后看到的是我最真实的模样，瞬间吓得她变成了一个玩偶。而由于我将精灵复活，罗兰手中的智慧之石也回到了他的体内。正义联盟最高层则认为罗兰已经叛变，随着迪克的抬手示意，瞬间出现的激光滤网就将罗兰困住。众人看到后无一人敢动，只有那个量产 NPC 冲进来说，罗兰大人可是人类的希望，是最终与玩家一起击败魔王的存在，怎么可能会背叛？可没等他把话说完，就被一道激光打中，跌坐在地后失去知觉。而开枪的人正是12亿元之一的迪克，他向大家介绍手中拿着的这把武器是神明莫西赐予我们的 SS 级神器屠魔者3号，没有人能够抵抗造物主的能量，被击中的人会被直接修改出示抵抗代码。然后他就将枪头对准了罗兰，虽然有人劝说迪克这不太合适吧，可仍然无一人敢上前阻止。身为人类希望的罗兰到底有没有背叛人类？我们看看底层代码，不就一切都清楚了吗？这时普奇主教终于忍不住站了出来，迪克问普奇，不是和自己一样都是主战派的吗？为什么要给保守派的罗兰出头？但自从普奇看到84级的怪物被我宠物猫一招秒杀的时候，他就已经不再是主战派了。但如今有我主莫西的屠魔者武器，就算与魔王一战也不是毫无胜算。然后普奇向后给罗兰使了个眼色，就提议让迪克亲自去与魔王一战，用实力让保守派明白自己的愚蠢。迪克听后感觉确实有点道理，于是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我会亲自去会会这个魔王，给你这个懦弱的希望看看什么才叫人类的风采。罗兰听后赶忙劝阻他，说魔王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但迪克此时根本听不进去，在罗兰的脚下召唤出一个传送阵，将他关进了地牢之中，然后就宣布与魔王开战，关闭我所在的仓前安全区内全部的商店、交易行等一切游戏界服务，并把仓前安全区内的全部 NPC 撤走，再关闭掉系统神器布尔特钢，启动屠魔者3号
号 Plus 瞄准仓前安全区。普奇过来问他真的要放弃这个安全区吗？迪克告诉他那里都快变成魔王的最终副本了，还留着做什么？普奇听后心想这样也好，他之前为了孝敬我的宠物猫，把自己的养老金都给他了，要是赢了的话，他的养老金就可以要回来了。于是迪克开始信心满满的召集军队，就算不能杀死魔王，也势必要把精灵夺回来。还有就是联系媒体安排全球直播，他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看看一个真正的希望应该是什么样子。与此同时的我也刚要准备出门，我告诉抱抱自己要去鉴定一下这个精灵王，不知道为什么怎么弄都变不成人了，我担心是不是坏掉了，准备去商店问问，然后就让抱抱看好家，别让老鼠进去。可刚出来就感觉不对劲，看着天空中这么的黑暗，难道说要下大雨了吗？还好自己出门的时候带伞了。可来到交易行后又感觉到不对劲，怎么全部的商店都关门了？难道说今天是法定节假日吗？然后转头看到人们开始大包小包的往安全区外跑去，心想肯定是因为今天是节假日，大家都出门旅游去了。这时一旁正在逃跑的大哥问我还愣着干啥？波尔特钢都停止运作了，赶快跑吧！我一听就连系统神器都放假，这个世界的福利可真是太好了。突然看到身边飘落了张传单，仔细一看是仓前安全区房价大跌的新闻。要知道自己可刚花钱在市中心买了一栋楼。正在我心如死灰的时候，迪克已经带领军队将我给围住。我看他们一个个来者不善，以为他们是想打劫自己。这时精灵公主也终于睡醒，刚睁开眼就看到了眼前的这一幕。她心想看来人魔两大阵营又要为了自己而大打出手了，1000年前的悲剧又要上演了。我让她别怕，听自己数到3，数到1时军队已经进入战斗状态。精灵公主以为我要出手了，就让迪克他们快跑。数到20，迪克他们已经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精灵公主说自己竟如此祸国殃民，难道就不配拥有幸福吗？数到30，我转身拔腿就跑，还带着一脸懵逼的精灵公主手下正要追的时候被迪克给拦住了。他以为这是我使的计策，结果我跑着跑着不小心摔倒了，他就更确信这是一个陷阱了。不过最后还是硬着头皮尝试着把我抓住了。他想不明白为什么能这么简单，可就算是把我抓住了，他们也没人敢来搜我身爪智慧之石。而我逃跑途中遗落的精灵公主在一旁查看，她想不明白为什么我明明拥有无敌的力量，却不做出任何的反击，就连她的真视之眼都看不到我的等级，猜不透我究竟想要干什么。这时迪克终于忍不了了，让我把那个精灵交出来。我这才知道原来他们的目标是那个精灵，于是我就问他愿意出多少钱呢？这句话直接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精灵公主没想到我居然要将它卖掉，迪克更没想到我居然会卖精灵，但是我根本不知道那个精灵的价值，以为它就是秦昊然送给自己的一个手办，这才松了口气，原来他们只是来买手办的。但迪克认为这太反常理了，其中一定有猫腻，要知道这可是无价之宝，是能够破坏平衡超越神器的强大力量，所以他现在认定我是被假装擒住的，而他自己跟罗兰可不一样，绝不会被带着节奏走，所以他坚决地告诉我他1分钱也不会出。我听到后先是愣了一下，就问他这是想和那些看视频不点赞的人一样白嫖吗？然后又把目光看向一旁的小兵，问他是不是也想要那个精灵人偶？怎么会不想啊？听到他的回答后，我马上就问他愿意出多少钱。而现场的这一幕已经被直播到全球频道上，世界各地的人都在静静地看着。小兵思考了一会儿后说，自己月薪是13金币，现在存款有430金币，如果支持首付加贷款的支付方式的话，自己可以接受1200金币左右的价格。等他说完后，我就大声地问还有更高的价格吗？这句话再次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混蛋，你当这里是拍卖现场吗？可马上周围的其他人就开始纷纷加价。精灵公主没想到这些人类居然真的开始竞标了，只是这一会儿的功夫，全部士兵的敌意就全都转移了。难道说之前的一切都在魔王的计划之中吗？不仅现场的人纷纷出价，就连网络上都已经开始参与拍卖。迪克问这些新手玩家，怎么可能知道精灵公主的价值？而且这才是初期，他们哪里来的钱参与拍卖？手下让他看了看弹幕，上面几乎全是说只要长得好看就行，而他们的钱居然是众筹来的。此时此刻，全世界的钱都在向这里汇聚。迪克意识到事情不对，让手下赶快关闭直播。沉睡了1000年的精灵公主并不知道众筹是什么，心想我不但瓦解了敌军的敌意与士气，还让全世界的人民都团结到了一起。这个魔王简直强得可怕，而我没想到这个手办居然这么赚钱，心想以后可以让秦昊然他们多批发点过来，然后自己直接开启网络直播带货。这时公主从后面走了出来，问我真的要将它给卖掉吗？我听完后想到迪克说他1分钱都不会出，我就告诉他说如果自己不交出去，那些人就会使用暴力来抢。精灵公主知道我有毁灭世界的力量，就问我为什么不反抗了，但我不知道自己已经满级，一直以为自己只是个不能升级的废物，要是反抗的话肯定会遭到一顿毒打，所以我就告诉他暴力只会滋生更过分的暴力。听到我说的这句话后，他心头一颤，只是简单的一句话就讲出了这个世界一直深陷战火的原因。现在他以为我是想将1000年来战火不断的悲剧彻底的终结掉，身为魔王却这么有高度，这么慈悲，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格局吗？于是他下定决心开口对我说，如果是您的话，说不定真的可以创造出不用流血的和平世界。但我完全没听懂他在说什么，只觉得这个小手办好可爱呀。这时一旁的叫价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丝毫没有察觉到精灵所发生的变化。最后迪克一元成功以5400金的价格竞拍成功。最初说1分钱不出的他，结果还是参与了拍卖，并以一人之力对抗世界众筹，家财散尽。不过他想到只要能获得精灵的力量，再加上涂抹者
者3号 Plus， 那么正义联盟和世界都将是囊中之物。可就在要交易时，系统却提示交易失败，原因就是精灵希尔已经与我的灵魂进行了绑定。等他将目光转移到我手上的精灵时，发现他正在念动一段古老的咒语。随着咒语的结束，希尔也彻底完成了与我的绑定。我尴尬的笑了笑，问迪克能不能过2天等自己进完货后补给他。迪克则认为我这是在故意戏耍他。我看他发了这么大的火，就让希尔也快帮忙解释一下。可没想到希尔对迪克说，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你就放弃吧，不要再对我抱有幻想了。最后还嘲讽了一下迪克的画风老派，根本不是他喜欢的类型。迪克听后再也忍不了，掏出了屠魔者3号，并且城市上空的屠魔者3号 Plus 也显露出来。里面的 NPC 收到迪克的指令后开始操作，让屠魔者3号 Plus 启动汇聚能量。此时正在家里舔蛋的抱抱察觉到了异常，并且发现瞄准的正是我家的位置。他想起我出门前让他好好看家，要是家没了我回来肯定会怪罪他的。眼看屠魔者3号 Plus 已经完成蓄力，就在 NPC 要按下发射按钮的时候，抱抱出现落在了他的手背上，而007被迪克清除了的记忆也得以恢复。抱抱警告他别把奇奇怪怪的东西随随便便就对准别人的家。说完后他就一屁股坐了下来，顺便按下了发射按钮，然后他就问007这个按钮可以按吗？下一秒屠魔者3号 Plus 就向下射出了毁灭激光。就在大家都以为城市要毁灭的时候，忽然时间就像静止了一般，随后毁灭激光不但停止了向前，甚至仿佛是被什么东西吸回去了，而这些毁灭激光全都被抱抱给吸入口中。007在一旁都看呆了，要知道那是创世者的力量，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最至高无上的力量，如今却被眼前的这只肥猫给吃掉了。抱抱吃完后感觉味道居然还行，和我给他做的猫粮口味有点像。最后抱抱警告007，你们这个地图炮轰哪里都行，但是对准我家实在是有些不礼貌吧。007问抱抱到底是什么存在，为什么会有创世级别的能力？你应该问我的主人是什么存在，我只不过是他养的一只看家的小猫咪罢了。说罢抱抱就将一股能量打入了屠魔者3号 Plus 中，紧接着屠魔者3号 Plus 就被炸成了一朵烟花。抱抱完成任务后心满意足的准备回去继续舔蛋，突然看到了先前被迪克囚禁起来的罗兰，罗兰也认出了抱抱是我家的那只宠物猫。抱抱只是双手插兜对着他呵呵一笑，然后打了个响指，关着罗兰的牢笼就应声破碎。罗兰正想问为什么，转头却发现抱抱已经走远。此时城市中的人们还在欣赏这场烟花，但很快就有人发现了不对劲，要是这些大铁块落下来的话，大家一样会死。不过这时罗兰仿佛救世主一样从烟花中出现，并把所有落下的钢铁击碎。大家纷纷称赞罗兰果然是全人类的希望啊！就在罗兰被粉丝们围住的时候，突然听到了身后有个声音在喊他，转身后发现了正是抱抱。抱抱用传音魔法说他上次送的挠背器还挺好用的，真是谢谢了，这次的事情就算是还礼了。罗兰听后心中就像小鹿乱撞一样，但马上他就反应过来，自己可是人类的希望，怎么会对魔王家的宠物产生崇拜？而此时迪克的屠魔者3号由于没有了能量，对着我的脸喷出了一道水柱。迪克看到后惊讶，屠魔者3号怎么变成水枪了？说好的射出去的能量可以将游戏界的事物还原成他们最初的样子，不过没关系，我们还有神明赐予的屠魔者3号 Plus。 可等他转头后才发现，屠魔者3号 Plus 已经变成了一朵美丽的烟花。这时我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他不能因为交易做不成就拿着水枪自人呀，又不是小孩子了，兴师动众的带这么多人，还说什么让我吃一炮，没想到居然是纸礼炮。迪克看着神明赐予的最强武器就这样被摧毁了，居然还被魔王说喜气，他吓得脚都站不稳了。我过来一把扶住了他，告诉他自己是脾气好，但也不能这样乱开玩笑啊，你这样出去是很容易挨揍的。迪克听完后再也站不住脚，跪倒在地，说他知道错了。而巴比伦和贝利尔也在暗中偷偷保护我，本来已经做好为魔王大人赴死的准备了，没想到魔王大人的操作竟然如此的天衣无缝，简直不费吹灰之力就获得了精灵公主，打败了人类高层，破坏了人类创世者武器，瓦解敌军意志，最后恩威并施加以恐吓。我看事情结束了就准备回去，希尔就问他可以和我一起回家吗？我看他既然已经跟自己绑定，只好带他回去，不过也不能让他白吃白喝，就问他身上有没有什么东西能每天长出来拿去卖吗？就像贝利尔的犄角那样。他说他虽然没有那种能力，但是很会做家务。我一听到是还可以接受，就带他回家了，只留下了还没缓过神来的迪克，嘴中不停地说对不起，自己再也不敢了。由于直播中途被切断，最后的结果大家猜测精灵被拥有权力的迪克获得，而那位神秘的卖家也收获了大量钱财，但真正的结果是屠魔者3号 Plus 被毁，而传闻中获得精灵的迪克1元实则并没有得到精灵，作为第一负责人被带回天空城等待审讯，而我期待的房价也没有涨回来。这次动乱后很多人都逃走了，贝利尔还以为这一切都是我的计划，让安全区彻底变成了魔王的大本营。除了我以外还有一个人也不太开心，那就是身为人类希望的罗兰，今天居然被魔王的宠物救了。他回去后感觉这简直就是奇耻大辱，可还是情不自禁地回想起自己被救的画面，那只猫是那样的帅气迷人。他努力克制让自己清醒一点，不断地告诉自己那可是魔王的手下，是这个世界上最邪恶的敌人。可转念一想，这次仓前安全区的人能活下来也都是被抱抱所救，难道说他其实是只善良的好猫咪？但马上他就用力撞墙让自己保持清醒，自己可是人类的希望，是带领玩家剿灭恶魔的存在，可千万不能被魔王蛊惑。这时007前来给罗兰送包裹，结果就看到罗兰这副羞红的模样，懵逼的007开始懵逼了。不过罗兰及时开启增幅技能解除了魅惑状态，看包裹是从安全区寄来的，打开后发现是我写给他的信，说他是第一个对我施以援手的人，为了感谢送来一个亲手做的小手工。当罗兰看到后再次进入了魅惑状态，过了好一会儿才摆脱的他整个人都累得虚脱。
妥了。与此同时，我也收到了物流的更新提示，看罗兰大哥已经收了自己的礼物，心里乐开了花，然后就把浴巾放到了澡堂门口，告诉了里面的精灵公主希尔，他感觉我这个魔王真的好不一样，不仅有那么强大的实力，还这么的温柔。可预言却说人类才是最后的赢家，与其让世界落入这些肮脏的人类手中，还不如让魔王来统治世界，说不定魔王真的可以改变未来，消除战争。所以他现在下定决心要尽力辅佐我。正在他想与我的第一个孩子叫什么名字的时候，贝利尔缓缓从身后走来，我劝你不要想多余的事情。巴比伦紧跟其后，新来的有些规矩，可别怪我们没告诉你。希尔发现竟然是等级超过3位数的 S 级大恶魔，与魔王不一样的是，他们身上散发着非常危险的气息，心想难道他们要忤逆魔王的旨意，对自己动用私刑吗？于是他就说自己已经决定要辅佐魔王大人了。正在他想要不要反抗的时候，贝利尔说别以为魔王大人把你接回来就表示你是女主了。巴比伦警告他可别把自己太当回事。希尔听后感觉怎么这么像大型宫斗剧的台词啊。紧接着贝利尔就告诉他自己是付出了多少才能来到魔王身边的，即使自己这种高贵的魔族首领也要扮演魔王身边的小宠物，对那些自私丑恶的人类装出友善的样子。希尔听完后突然明白了，原来是这样，是我想的太简单了。魔王选择的和平之路是多么的困难啊！要友善却不能卑微，要周旋却不能放弃自己的族人，就连3位数等级的大恶魔都要如此全力以赴，自己却想得如此轻佻。所以生孩子的事情也就先放放吧。巴比伦看希尔不仅不说话，甚至都不想看他们一眼，以为是希尔看不起他们，于是决定先揍一顿再说。说罢，贝利尔就展现出他那庞大的实力，握紧拳头就要朝着希尔打去。可希尔回过身后，对着他们弯腰鞠躬，并说是自己不懂事，以后就有劳2位姐姐指教。身为大恶魔的他们第一次听到别人叫自己姐姐，顿时感觉心跳加速，血脉膨胀。回过神来的贝利尔就问他要自己指教什么。希尔紧接着说自己虽然曾经是精灵公主，但也知道王国已经覆灭，只剩下自己，如今独自一人在这个陌生的世界醒来，虽然决定为魔王大人效力，却不知道该怎么做，还请2位姐姐教教我要怎样做才好。如果做错事被赶出去的话，就又是孤零零一个人了。这下贝利尔和巴比伦的内心防线彻底被瓦解，感觉希尔现在真的好可怜，好像只有我们能帮他了呢。于是巴比伦介绍自己是101级的魔族7天王之一，以后有什么困难就说出来，还说他身为小包的特殊技能是变身，尤其喜欢变成又大又硬、炮火又强的东西。接下来贝利尔介绍自己是以独一无二的预知能力，成为魔族7天王之首，也是恶魔中唯一聆听过预言的存在，还介绍外面的抱抱是未来的魔兽之主，之前的那个屠魔者3号 Plus 就是他拍碎的。最后告诉希尔平时要伪装成1级的小宠物，深入人类族群，从内部瓦解他们，就是魔王大人的计划。而且魔王大人每天给我们1人3块饼干，绝不会亏待我们的。听到这里，希尔豁然开朗，怪不得之前魔王大人一直说自己是玩偶。最后他们3人结成姐妹，一起为了魔王大人的远大志向努力奋斗。只不过希尔以为我的志向是构建没有战争的世界，贝利尔他们以为我的志向是恶魔统治全世界，而我真正的志向只是希望在这个世界能够生存下去。抱抱在外面看着他们，嘴角露出一抹微笑，心想魔王大人最爱的反正一直都是自己。枪的战争结束了，女人的战争猫赢了。冰公主为了能和我生孩子，不仅白天要帮我洗内裤，晚上还得给我暖床，甚至就连水坑都会帮我垫上。没过几天，她就获得了封建余孽的称号，我对此也感到非常满意。而正义联盟也得知了我收复精灵公主的消息。NPC 看完这些信息卡后，瞳孔瞬间放大。007就问他是发现了什么吗？没想到他居然只是发现在这几张照片中，还是抱抱最可爱。不过他们同时也发现，自从我有了精灵公主后，明显心情好了不少，似乎都不准备毁灭世界了。不过听说自从精灵出现后，就连变异种都变得非常活跃了。这个等级只有2位数的精灵公主，真的有能动摇世界天平的力量吗？007告诉他这些事情不是我们这些量产 NPC 该考虑的，但是他心里清楚，精灵之力可以让所有种族都蠢蠢欲动。而我今天出门后就来到了超市，因为自从希儿来了之后，饼干的消耗也变大了，所以需要多补充一些饼干的原材料。正当我伸手拿起一袋廉价的面粉时，突然想起了希儿平时楚楚可怜的模样，每次给她饼干时都说自己吃得惯，然后就自己默默地找个角落，开始面无表情并且孤苦伶仃地啃食着饼干。一想到这里，我就将廉价的面粉放了回去，准备先去买点生活用品。然后我就花费了3银50铜买入了2个猫窝，又花40银50铜买了一床羽绒被，最后用6金20银的高价买了一张床。就这样，我和希儿开开心心地逛了一上午。等我前去结账的时候，他产生了疑惑，想不明白我为什么要买2个猫窝一张床。与此同时，贝利尔和巴比伦正在家给抱抱梳毛，突然一个不祥的预感同时出现在了他们脑海里。我结完账正准备带希儿回家的时候，看到商场门口有3个小伙在欺负一个老婆婆，不仅抢了她的钱，还将她给推倒在地。即使其他东西散落一地，但她还是紧紧地抱着自己的小狗。我看到后就赶忙上前将老婆婆搀扶了起来，同时也触发了她头上的任务。她说刚才那个人是她的大儿子，这样做已经不是1次2次了，每次都说需要钱提升战力，否则就活不下去了，而且还用暴力把自己的饭钱给抢走。更过分的是，小白因为想护着我，他竟然为了报复对小白做出这种事情。我这才看到他怀里的是一只小白狗，不过头上全都是红色的液体。老婆婆说这都是他大儿子给小白涂的辣椒酱。话音刚落，我就收到了一个清理小白的任务，奖励是200经验值。我看这是一个日常任务，就想到这个老婆婆每天都要经历一遍这种事情。我看这个婆婆如此可怜，虽然知道自己不能获得经验，但还是接下了这个任务，帮她清理小白。希儿看到后就走过来说，交给我吧主人。老婆婆听到主人这个词后显然有些懵逼，随后希儿就带着小白进入了女洗手间。她
她在清洗小白的同时，老婆婆听到希儿喊我主人，就说她年轻的时候和孩子他爸也经常这么玩。紧接着她就问我希儿是个精灵吧？我想着虽然是个1比1等身的纪念品，但也是秦昊然他们从精灵国度买回来给自己的，所以也算是个精灵吧。我便问她是怎么知道的。老婆婆说现在是个人都看过我拍卖精灵的直播，虽然不知道我具体是什么人，但大家都认得我的面貌。不过让她没想到的是，这么珍贵的精灵，我居然敢带着在路上走。要知道那可是无数人觊觎的存在，稍不留意就会被别人给抢走。这时的洗手间内突然出现了一只狼人，抓住了希儿的胳膊拎了起来。因为系统神器布尔特刚被我给摧毁，所以这些高级变异种才能突破安全区的防御进来。希儿用真实之眼一看，发现它是只75级的1级变异种旱狼。旱狼说自己是芬里尔的手下，奉命前来寻找精灵。希儿听到芬里尔后就问他莫非是狼形变异种吗？有点不太聪明的旱狼一听就被惊讶到了，不愧是精灵智慧确实过于常人，并说那天芬里尔大人正在看电视，突然频道就被切到了那场直播，并从中看到了传闻中的精灵之力，于是就派遣自己来抓精灵回去，然后就开始吹嘘芬里尔是如何的强大，只要有了精灵之力，变异种的崛起将无人可挡，假以时日就能成为取代恶魔和人类，成为这个世界真正的霸主。希儿就问他，既然看过那场直播了，那就应该知道自己已经有主人了。旱狼听后不屑地笑了笑，问希儿难道就是那个看上去又弱又矮的菜鸡吗？还是那个一脸苦逼的大叔？希儿听到他在侮辱我后，脸色瞬间阴沉下来。可旱狼看到希儿这副模样后更加兴奋了，他看希儿虽然面露不悦，但却还是没有挣脱束缚，那就说明希儿的等级并不高，并没有力量与之对抗。而外面的我听完老婆婆的讲述后，心想既然这么多人想要希儿，那就说明了她很值钱了。不过希儿也进去了好久了，我也开始有点担心的想进去看看，可是希儿进入的是女厕所，所以自己还是再等等好了。旱狼看希儿并不能对他造成威胁后，就想将他掳走。这时小白突然冲了出来，咬住了旱狼。旱狼心想这应该是没能进化成变异种的淘汰品。希儿没想到小白居然为了保护自己，敢去咬体型大他好几十倍的旱狼，但是结果也可想而知，旱狼一把就抓住了小白，然后重重的摔在了墙上。这一举动也彻底激怒了精灵公主希儿，你不仅对魔王大人的言行外貌妄加评论，虽然王国覆灭，但我依然是精灵族的公主，忤逆我的意志亦是不敬。旱狼听完后咽了咽口水的看着他，紧接着希儿又说1000年前为了不让任何人利用精力之力，才选择了自我封印，但你知道这所谓能动摇世界平衡的力量到底是什么吗？旱狼此时已经开始有点慌了，紧接着刚才死掉小白的身上开始出现丝丝绿光，不一会儿居然又重新活了过来，除此以外好像并没有任何的其他变化。旱狼这才松了口气，原来只是奶起来了或者是什么复生之术。可仔细一看，小白的等级居然变成了75级。旱狼突然明白了，原来这就精灵之力，难怪那么多的势力都想得到，居然能够瞬间大幅度的提升别人的等级。没等他想完，小白就飞身朝他扑来，但是旱狼依旧没把小白放在眼里，因为同样的等级他的战斗经验和体型就是绝对的优势。结果下一秒他的头就被小白轻描淡写的咬了下来。他死前才终于明白了真正的精灵之力是什么，因为此刻他的等级变成了1级，而希儿刚才发动的技能是能量操纵流转，可以将2个目标的等级属性状态互换。这时007正在车里看手机，突然看到不远处的商场内发生了爆炸，而他也知道此时的我正在这座商场内，于是刚忙下车前去查看，绝不能让任何人打扰魔王逛超市的雅兴。不过他们刚到就看到有个人从刚才的爆炸处走出，等烟雾散去才看清是那只精灵。希儿抱着小白抱怨又要重新洗了。很快希儿也发现了下面的007正在看着自己，他也认出了007是天空城正义联盟的人类，相比是来与变异种作战的。可事件解决了才姗姗来迟，天空城的人还是这样，到处挑起纷争，却连自己的领地都保护不好。这个世界真的急需魔王大人拯救。而此时的我还在厕所门外徘徊，到底要不要进去？心想刚才里面传来那么大的动静，希儿不会在里面出什么事情了吧？以至于一旁的女人以为我是一个变态。厕所内希儿看了会儿007他们后，就抱着小白纵身跳了下去，然后就问他们是不是来的晚了一些。可第一次近距离看精灵的007已经呆愣在了原地，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完美的生物？不过马上反应过来的他们立马立正站好，客气的问希儿魔王大人有没有受到影响。当希儿听到007他们也喊我魔王大人后，好像明白了什么。他现在以为007和他一样，也是期盼魔王建立和平世界的同道中人，他们也是来保护魔王大人的。明明如此弱小，却已经有了为魔王赴死的决心，不愧是魔王大人，声望比我想象的还要高还要远。想罢，他话锋一转，对着007他们说道：变异种进入安全区这种事情，请不要让它发生第2次了。保护安心生活在这里的人类是你们的职责吧，无论再怎么弱小，也不该连这么简单的事都做不好吧。听完后的007吓得冷汗直流，生怕希儿一个不开心就去找魔王告状。现在他们2个在希儿面前就如同2只马了。其实希儿的真实意思是今天的事情刚好被他碰上，这才没有造成周围人的伤亡。而007他们理解出来，希儿对他们提出3点警告：第一，就是这种事情不要有第2次了；第二，安全区能不能继续和平下去全取决于你们；第三，捏死你们就像蝼蚁一样，不想死就加油吧。最后2人跪下就是一顿疯狂磕头，并说自己一定会尽遵教诲。身为精灵公主的希儿看到妻对自己行跪拜礼，在精灵古国跪拜礼可是最高的礼节，没想到他们竟然爱戴魔王到如此地步，于是希儿就让他们理解了就好，平身吧。最后他将手中的小白交给了007，让他们帮忙去洗一下。在我焦急的等待了一会儿后，希儿终于从厕所里出来了。我转头向厕所内一看，发现
里面一片狼藉，顿时我就察觉到了事情有点奇怪，一定是里面的水管爆了吧。然后我对着里面的7道线后就和希儿离开了。走时我跟希儿说，早知道出了这种事情就应该喊我进去帮忙，希儿却说这点小事自己就能解决。随后我们就将小白交换给了老婆婆，完成老婆婆的任务后，她也从怀中掏出了奖励。我看着这个包装愣在了原地。老婆婆介绍说，这是一个生产技能抽奖包，其中1级生产技能的概率为 42%，D 级的为 30%，C 级的为 19%，B 级的为 6%，A 级的为 1%，限定生产技能为 0.2%。我虽然嘴上说着自己的运气一向特别差，但内心还是满怀期待的撕开了抽奖包，最后拆开抽中了一个炼金术，可以生产初级净化药水。希儿安慰我说，主人本身也不是为了这点小奖励，做任务最大的收获不就是助人为乐吗？最后走时我和希儿闲谈，不管怎么说今天很开心，下次再一起来逛超市吧。不过超市觉得来得好，但是下次别再来了。就这样在魔王机器眷属的守护下，仓前安全区今天又是安全的一天。晚上的时候画面来到日常任务 NPC 的宿舍，老婆婆累了一天终于可以躺下休息，但是明天又要重复着一样的任务，虽然很无奈，但这就是低级 NPC 的工作。睡前她向小白说了声对不起，说保护不了你，让你每天都要承受那么讨厌的事情。突然这时他的儿子一脚踹开了房门，说他自己要去和朋友喝酒，让老婆婆快把明天那份的钱给自己。小白看到他后和往常一样走上前保护老婆婆，男人就开始嘲讽小白，这么多次还真是不会吸取教训的笨狗啊。不过小白已经今时不同往日，一个飞身就朝着男人扑去。第二天普奇正在上厕所的时候，从今天的新闻上看到一则新闻，说是一个流氓被蒙西恶犬给咬成了重伤。007此时也在外面将昨天超市发生的事情汇报给他。当普奇听到安全区出现变异种后，菊花一紧，紧接着007又说那只变异种出现在了魔王的附近，险些惹怒魔王，引发世界末日。听到这里的普奇已经没有心情再上厕所了，连忙夹断，心想变异种都是受魔王的影响，有一些动物和植物进化而来的，它们无法脱离兽性，基本还是受本能驱使。即便是之前袭击安全区84级的蜥蜴变异种，也只有战力而没有高级思维能力，所以在强都有上限。一个变异种能挖那么远的地道，并且精确的出现在魔王附近，简直就像有高级智慧一样。普奇就觉得这件事有点太巧了，然后他就问007罗兰哪里去了。007告诉他罗兰大人还在休假，看来上次的事件对罗兰的打击太大了，他暂时帮不上什么忙了。于是普奇就准备由自己亲自前去。一旁的007不明白普奇大人要去干什么，普奇转过头一脸严肃地告诉007，自己要去见创造这个世界的神明我主莫西。画面一转来到创世神莫西雕像前面，屠魔者神器与波尔特钢一样，乃是我主莫西赐予我们对抗魔族的系统级武器，竟然被毁坏成这副模样。普奇听后就说游历议员已经受到了惩罚，但我们之后究竟该怎么办才好？魔王拥有这么碾压的实力，根本就不可能战胜啊！不用担心，心诚则灵，相信神谕我们一定会胜利的。我主莫西是绝对不会忽悠我们的。与普奇对话的真个人就是身为98级莫西大主教海菲斯。说罢，海菲斯就掏出来一个圣杯，然后口中开始念诵古老庄严的咒语，紧接着又掏出了法杖。随着这两样圣物的碰撞，在莫西的神像前浮现出一个精妙的法阵。于是海菲斯就保持这个姿势一直持续了3天，可神像直到现在都没有做出一点的反应。海菲斯不明白怎么会这样，平时很快我主莫西就会做出回应的。普奇说，难道魔王的力量强大到连我主都被影响了吗？与此同时，在某个空间内，莫西终于从梦想中睡醒过来。他一看时间，发现真是糟糕，一不小心睡过。等他打开屏幕后，发现怎么有这么多的未接来电。随着莫西点击回拨，天空城中的神像眼睛也随之亮了起来。海菲斯看到后才松了口气，原来我主莫西还没有抛弃我们。紧接着莫西神像就开始说话，我的子民啊，你们受苦了。没有想到那是连屠魔者都无法战胜的对手。海菲斯听后感动地说，我慈悲的主啊，您果然什么都知道了，您果然时刻关注着我们，我太感动了。莫西告诉他，时刻关注倒不至于，主要是残骸不就在你们身后放着吗？一眼就能看到啊。然后海菲斯就开始进入正题，说和您预言中所说的一样，世界融合玩家降临，但是却发生了一些意料之外的状况。说着就拿出了一本书，从开始到现在一切有关魔王的事情都已经收录在了这本书中。莫西看着应该就是与魔族的战报了，真是令人期待啊。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打开想看看与魔族战斗时的英姿，可等他越往后看越是无语，实在看不下去后直接将书给摔飞出去，然后对着海菲斯怒斥，自己是让你们去打魔王，不是让你们去舔魔王。海菲斯听后开始解释，以我们现在之力打起来那就是送啊，您说魔王降临会是襁褓状态，这明显与事实不符啊。莫西听后双手一抱，不满地说道，什么意思？你是在怪物了？不敢不敢，我们只是觉得如果您的预言能再准确一点，我们也不会这么狼狈。就算我告诉你们魔王有4位数等级，你们就打得过了吗？话不是这么说呀，我主，因为这错误信息罗兰都差点白给了。你看，还说不是在怪我。海菲斯看莫西生气了，连忙鞠躬道歉，您全知全能，您永远都对，是我们错了。莫西听到对方的道歉后才把气消下，我认可你们怪我也是情有可原的。海菲斯此时内心中已经一片凄凉，但是就算是这种存在，他也不应该一开始就这么强才对，连我创造的屠魔者神器都能轻松击破，某种程度也算得上是个惊喜了。但这种情况还要与他对抗，就只有2个办法，第一个是等玩家们成长起来，亦或者由我亲自降临将他抹杀。不过他马上说只是装个逼而已，随便说说的了，现在还不是时候。紧接着他就将自己的神力通过神像传达到天空城，只是一瞬间就将屠魔者给恢复如初，并且还将屠魔者3号递到了普奇面前。
屠魔者新持有者哟，你被我选中了，拿起武器继续为人类而战吧。等普奇意识到莫西是在说自己后，吓得尿不湿都要尿湿了。普奇可是亲眼见识过，就连魔王的宠物都是那样强大的存在，他可不想去白给。于是普奇说，就算屠魔者修好了，只怕也不是魔王的对手吧。莫西让他放心吧，说他若是战死了可以上天堂。普奇听到天堂后已经说不出话来，海菲斯却还在一旁冷嘲热讽普奇，真是泼天的幸运啊，突然就获得了能上天堂的机会，羡慕了。那我将这泼天的幸运送给你，不用了，谢谢。莫西让他们放心吧，千年来人类横扫这个世界，所有种族从未败北，这次也不会例外的。普奇听后就以最虔诚的心祈愿，希望自己能活着看到那一天。海菲斯这时斜眼看了一眼普奇，然后扑哧一声差点笑出声音。等打发完普奇他们后，莫西躺在床上心想，这样一来只要后面保证罗兰与玩家的成长就行了，不论是天赋还是信仰，罗兰那个孩子都是万里挑一的。被选为人类的希望后，更是展现出了令自己都感到惊讶的执着与优秀，无论对手多么强大，他都不会放弃，总有办法战胜对方。如果是他的话，无论魔王多么可怕，都一定会战斗到最后一刻，毕竟他是无论如何都不会泯灭的人类希望。这时莫西突然又想到了一件事，就让海菲斯去把罗兰的父亲哒哒哒召唤回来。海菲斯听后惊讶地问，事情已经严重到这一步了吗？需要去把屠魔者1号的持有者正在坚守防线的哒哒哒将军召唤回来。此时的哒哒哒将军刚经历完一场战斗，正当一个人欣赏着天边的夕阳时，一个量产 NPC 从他身后跑来。哒哒哒李议员阁下有您的神谕，说发生了大事，让您即刻赶回天空城。哒哒哒看着防线后面密密麻麻的魔族，吐了口唾沫说，今天算你们走运，等我回天空城取来我李家的至宝，再将你们赶尽杀绝，一网打尽。这位哒哒哒李是12议员之一，也是天空城最高位的存在之一，并且与其他议员不同，此席位乃是世袭。李家从天空城建立开始就是与恶魔作战的先锋军，现任家主哒哒哒李更是前所未有的战神，凭借神明莫西赐予的屠魔者1号，与魔族军队对战49场无一败绩，惨死他手下的魔族尸体堆积如山。因其残酷至极的手段，冷静无情的绝对理智，被人称为铁血屠魔者。第二天他就赶回到了天空城李家别墅，他问007我主莫西不惜让自己搁置与魔族军队的对垒，召自己归来所为何事。007告诉他是关于罗兰大人的事情。哒哒哒开始想，罗兰能有什么事情？罗兰李是我的独子，作为李家的继承人，先行降临地球，引导人类玩家作战。虽然我在战场上有铁血之称，但身为父亲，我从未缺席过他的成长。我深知他的优秀，他是天空城人类中最努力也是杰出的，是被莫西选中的人类希望，是会带领我们取得最终胜利的命定之人。他从小到夫从没让我失望过，是我引以为傲的继承人。一边开门一边让妻对自己说，罗兰降临地球后取得了怎样优异的战绩。可等他打开房门走进去，看到空空如也的别墅，哒哒哒一时间以为自己走错了地方，于是他赶忙回头问007，李家那些代代相传的至宝呢？妻只好将罗兰所做的一些事情告诉了哒哒哒，也就是说，罗兰把能送的东西都送给了魔王，不能送的都带去越级打怪，目的是为了给魔王找一只精灵当宠物。哒哒哒不停地告诉自己要冷静，不要慌，都是小场面。在战场上被称为铁血的我，即便是一人面对3000敌军都从来没有急过，这种时候一定要站在儿子的角度好好思考。身为人类希望的罗兰不可能会这样，他这样做一定都是有原因的。007紧接着说，罗兰说取走至宝的事情跟您说过的。哒哒哒听后气得直拍桌子，他说需要圣玛雅龙爪，但没说会搬空李家。不过他马上又坐回来，让自己冷静地想一想，罗兰会不会是肩负拯救人类的使命，压力太大，于是他就把自己体验过的几个心理医生都推荐给了罗兰。罗兰先是抱歉让自己父亲失望，然后说自己不需要这种东西，事情不是您想的那个样子。紧接着哒哒哒就问罗兰，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家族能百战百胜，拥有如今的地位吗？您说过因为我们对我主莫西100%的信仰。不错，但这句话并非一句单纯的口号。说着就从怀里掏出一个东西，拿出来后告诉罗兰，这与他败光的那些道具不同，这是我们李家真正的至宝，我主莫西赐予的屠魔者1号杜兰达尔之坠。持有者对莫西有多虔诚，就能提升自身多少倍的战力，当然也可以用来检测持有者对莫西的忠诚度，因为只有保持着对我主莫西100%的虔诚，才能发挥出力量。你知道的，我与魔族对战从来没有输过，所以我无法理解魔族到底有什么可怕之处。你还年轻，会害怕是再合理不过的事情，但是坚定的内心才是最强大的力量。现在我决定将它交付给你。说着哒哒哒就将屠魔者1号递给了罗兰。罗兰深知父亲并不是在怀疑他，父亲把这个给自己的意思肯定是用它就可以获得与魔王一战的力量。突然这个时候圣洁的光芒中多了一点杂质，哒哒哒虽然不知道怎回事，但罗兰自己却清楚得很。自从上次被抱抱所救后，信仰就产生了动摇。哒哒哒还以为是这个神器坏掉了，可是家族1000多年的记载也没说要坏啊，难道说是因为对莫西的虔诚之心出现了杂质？罗兰为了不让父亲继续猜测下去，急忙岔开话题说，可以替他引荐这位心理医生吗？哒哒哒一看夸罗兰真是好眼光，自己也喜欢这个。紧接着罗兰说，杜兰达尔之坠的异常可能与这个东西有关。说罢就从口袋中掏出了一个金光闪闪的东西，而这东西正是魔王送他的一个手工艺品。起初哒哒哒以为这是从扭蛋中抽到的小玩具，可等仔细一看，发现居然是一个系统级的魔器。这怎么可能会是系统级的道具？这个世界上应该只有莫西神赐予的13件才对。现在已经知道的是具有绝对封印之力的屠魔者8号波尔特冈，将其拆分后用组件建立了地球66个安全区，拥有编写本质之力的屠魔者3号本源之炮，还有就是能将信仰之力化为实质力量，精神力越强则战力越强，没有上限的屠魔者1号杜兰
兰达尔之坠。这3件都在13系统级神器之列，但这3件目前都无法对魔王造成实质性的伤害。但手上这件虽然看着普普通通，实则隐藏着一股深邃无法被看透的力量，实在是太棒了呀，罗兰！我就知道你做的这一切都是有原因的。只要有了这个，再强大的敌人我们都能轻松取胜。然后他就问罗兰这是从哪里得到的，罗兰告诉他是魔王送的。哒哒哒，听到是魔王随手送出的，整个人都不好了。紧接着罗兰又说，而且魔王家里还有很多，这个估计就是他练手随便捏的。哒哒哒，听后已经被吓得口吐鲜血，而且就连最近系统级的 S 加道具埃尔法红石也已经落入他的手中。不等罗兰继续再往下说，哒哒哒就将他抱入自己怀中。我明白你面对的到底是什么了，我不知道他是如此强大的敌人，一定让你承受了很多委屈吧。不过罗兰刚才父亲的鼓励下已经振作起来了，说一定会靠着屠魔者1号来战胜魔王。哒哒哒告诉他只有屠魔者1号还不够，没想到竟然有这一天，我不得不把家族世代相传的最后底牌传授给你。罗兰听后眼前一亮，没想到家族居然还有更厉害的东西，是面对强敌连屠魔者神器都无法取胜时最后的一招，是我们家族已经1000年都没有再发动过的一招。然后哒哒哒教罗兰先举起左手，然后再举起右手，这就是我们李家最后的底牌投降。罗兰不敢相信这就是最后的底牌，什么我还有更厉害的后手也被你看出来了，不愧是我引以为傲的继承人。罗兰这才从惊吓中缓过来，问是什么后手。下一秒哒哒哒就将投降的进阶版跪下投降和趴下投降都交给了罗兰。